你竟然给陈教授吃狗屎！保安大叔愤怒地揪起我的领子，直播间几十万人也跟着疯狂谩骂，只因我为了就被煞气冲面的教授弄了一碗腥臭无比的黑驴血强灌了下去。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个想博流量想疯了的变态。可3分钟后，原本已经断气的陈教授猛地喷出一口乌黑的淤血，脸色瞬间红润，而他睁开眼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跪求我收他为徒。这一刻，我终于明白，在这个文化断层的世界，我脑子里那些下九流的经验才是最顶级的黑科技。此时，陈教授一脸感激：“小兄弟，救命之情我一定铭记于心。不知你这医术是从何处学的？”我叹了口气，坦白说，是祖传的。陈教授眼睛一亮，刚要接话，我下一句直接给他砸懵了：“我爷爷是盗墓贼，老爷是跨国大盗，老爹倒卖古董刚进去。陈教授，你看我这家庭背景，能加入考古队吗？”陈教授脑瓜子嗡嗡的，周围扒拉盒饭的队员惊得筷子掉了一地，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绝世悍匪。看着阵势，我摇摇头，背起包就走。没走2步，身后传来一声大吼：“站住！”这时我拍板了，你留下。我回头，收留我，不怕被人戳脊梁骨，父辈的错不该你背。陈教授眼珠子发亮，单凭你家祖传的倒斗经验，就够我们学一辈子。身份证给我，办入职。我愣住了，这老头有点魄力。刚端起工作人员递来的大米饭，我脑子里突然叮的一声，系统启动，新手礼包开启，获得第1阶段麒麟血。一瞬间，暖流游走全身，肌肉绷紧，视线轻易劈开黑夜。我强压下狂喜，前世小说里的麒麟小哥，一滴血镇压万血。有了这玩意儿，我还怕个锤子。扒完饭，我抹了抹嘴，教授，咱们啥时候再下墓？陈教授叹气，下不去了。主墓室里蹦出个粽子，刀枪不入，突击步枪都打不死，差点全军覆没。我眼睛一亮，粽子交给我。全场再次炸锅，兄弟别闹了，那玩意吃人啊！看着这帮战五渣，我无奈摊手，得又不信我。第2天清晨，营地外长枪短炮，全网直播。身材惹火的实习生谭笑笑跑过来，急得鼻尖冒汗。小明哥，教授找你，指挥帐篷里。陈教授神色凝重，小张，全国观众都在看，赢了你一身清白，上面特批入编；输了咱们俩一起进去蹲着。他死死盯着我，对付粽子真有把握吗？我摸了摸发烫的麒麟血脉，迎着全网直播的镜头，扯出一个狂傲的笑。教授，把心放肚子里，你放心吧。好，对上我坚定的目光，陈教授点了点头，显然他觉得我不是冲动之人。随即他吩咐工作人员通知直播团队就位，再度看向我，这次行动的人选你来决定吧，毕竟要面对粽子，你需要哪个部门的支援，我们无条件配合你。众人纷纷露出坚定的神色。昨天要不是我出手，陈教授怕是命都没了。对于他的吩咐，大家自然无条件听从。相对于他们的郑重，我语气平静，不用，正常下墓就好，负责记录的人员照常负责，各部门派出1人跟着我即可。陈教授这次也下去吧。对了，让昨天那个安保队的大高个带着武器跟着咱们一起去，好吧？见我信心满满，陈教授压下心底迟疑，将下墓名单汇总交给了节目组。随着直播开启，导播冰冰的声音随之响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导播员冰冰，欢迎大家观看江城考古地点节目的实时直播。在经历昨天的事件之后，考古队找到了解决粽子的办法，并请来了擅长处理这一事宜的高人，情况如何，请大家敬请期待吧。”直播间瞬间沸腾，好家伙，能处理粽子办法的人，那最起码都是大师级别了吧？咱们江城还有这号人物，讲真，我有点激动了。祖上3代都是牢底坐穿的盗墓贼，如今我却堂而皇之的成了国家级考古队的带头大哥。几百万观众死死盯着直播屏幕，就等着看陈教授请来的绝世高人怎么手撕粽子。可当镜头对准正收拾装备下墓的我们时，观众全愣住了。说好的大师呢？安保部门、记录部门、考察部门，这不都是熟人吗？等等，有个新面孔，20左右的毛头小子，节目组是在搞笑吗？弹幕满是质疑，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大师起码也得是年逾40的泰斗，冒出我这么个毛头小子，简直是开玩笑。据我所知，昨天正是张明小友在考古地点帮助陈教授治好了病症。对于张明小友的表现，大家还是拭目以待吧。看着满屏的不信任，冰冰虽感无奈，但也无权干涉考古队的决定，只能耐心解释。张明，大家都准备好了。昨天将我绑起来的大个子走上前，声音憨厚，准备下墓吧。我点了点头，声音平淡。一会儿我走在最前面，大壮断后，所有人依次跟在我和大壮的中间，千万不要掉队。说完我不再耽搁，顺着考古队挖开的墓道坡道缓步而下。谭笑笑、陈教授及考古队众人紧随其后，2米高的大壮持热武器断后，节目组跟在队尾。可这番人员分配再度引爆了直播间。陈教授不是昨天烧糊涂了吧？让一个毛头小子走在最前面，反倒是最有战斗力的大壮殿后，这小子什么来头？这也太狂了吧！粽子的危险该不会这小子都没了解过吧？简直是胡闹，完全没有把考古队员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观众群情激愤，在这个历史文化严重缺失的世界，每一点考古力量都弥足珍贵，岂容我如此轻率指挥？愤怒的观众将投诉电话打爆了节目组，连冰冰心底也觉得把一整支考古队的性命交到我手里确实太过了。经过我们昨天的探索，通过这条墓道之后，是一间有着明显塌方痕迹的耳室，通过耳室之后的墓道便可以到达一处宽阔的地方，也正是在那个地方摆放着9具棺椁，其中1具棺椁里面存在着粽子。陈教授走在第2位，尽可能低声向我说明情况，但这微弱的声音依然被高精度的收音设备捕捉，同步到了直播间。不是吧？搞笑呢？这小子甚至对于墓道都不了解，就直接进来了，这不是玩了吗？陈教授到底跟这小子什么关系？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他都干得出来，胡闹，简直是胡闹！考古界的耻辱啊！陈教授以往爱护队员的人设，在观众眼中瞬间崩塌，更多人愤怒地加入了投诉大军，试图在悲剧发生前阻止这场胡闹，甚至扬言要把我这个灌了迷魂汤的毛头小子送进监狱。随着不断前行，不多时，耳室到了。此时，冰冰面露难色，短暂迟疑后还是开了口：“陈教授，观众开始投诉你擅自指挥，不把队员们性命当回事。”陈教授愣住了，队员们也面面相觑。大壮挠着头，满脸不解。我眉头一挑，心底闪过一丝不悦，声音平淡：“陈教授一把年纪了，连自己判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刀呢？在这儿。”大壮递来一把唐刀，我将刀背在身后，不再理会冰冰和直播间的非议，转而打量起前方有塌方痕迹的耳室。粽子昨天跑出来后，明显在这个地方徘徊过，煞气唯有在聚阴之地才能保持不散。土煞者留存生前残念，粽子留下的血迹表明，除却你们所说的那块空地之外，这里最起
起码还存在着另外一条通道。我观察着地上的血迹，脑海中知识翻涌，淡淡做出了分析。这话一出，直播间的观众更愤怒了。奶奶的，爷的刀呢？这小子自己刀都不知道拿吗？笑死！就凭一把破刀也想对抗粽子，这个张明真是好大的胆子，现在还这么狂。等他遇到粽子的时候，绝对会吓得尿裤子。几百万观众疯狂刷屏，庆祝我这个江湖骗子终于露出了马脚。毕竟怪物的怒吼声比我的风水理论响亮多了。在这个越走越长、越走越冷的诡异空间里，我的一举一动都被无限放大成了不知死活。开播不过十几分钟，我成功在观众心底建立起了一个狂妄自负的形象。冰冰感到无奈，唯有考古队员们露出了思索的神色。你是说，这下面存在着除了那处空地的那条通道外，还存在着另一条通道？我点了点头，直接跳进耳室。其余人陆续顺着绳索下来。我环顾四周布局，这里除了崩碎的木砖和泥土外，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恶臭与阴冷的寒意。队员们神色凝重，大壮端起武器，小心戒备。现在是辰时，阳气汇聚之时，粽子不会出现。我看了眼紧张的众人，随口安抚了一句，目光四下搜寻，寻找那条隐藏的通道。可话音刚落，吼！一道凄厉的嘶吼忽然从远处幽森的通道深处传来，所有人心底一沉。还大白天粽子不会出现，你特么被打脸了好吗？真希望这小子死在这儿，太可恶了！添乱不说，还自以为是，一点真材实料都没有。冰冰面色难看，眼神充满怀疑。前脚刚说粽子不会出现，下一秒就被打脸，这真的是高人吗？小张，这是怎么回事？陈教授不寒而栗，迟疑地看向我。我微微思索，生理反应，问题不大。我这颇为随意的回答，让队员们面面相觑，连端着摄像机的老师傅都开始腿肚子哆嗦。我神色平静，走吧。说完，我自顾自顺着甬道朝那片空地走去。这儿是布局寻常，如果所料不错，隐藏通道应该就在那片空地。教授，咱们队员们彻底慌了，直接去九居棺椁所在的地方，这跟找死有什么分别？我相信他。陈教授短暂思索后，沉声跟了上来。谭笑笑等人见状也不再迟疑，大壮仍旧殿后。节目组面面相觑，最终硬着头皮跟上。四下漆黑，寒意愈浓，众人仅凭手电筒的灯光照明，心底的恐惧随之被无限放大。怎么感觉这条路比之前长了不少？随着不断前行，谭笑笑忽然察觉到了不对劲。之前探索时，这条路最多不过3000米，可现在起码走了2.5公里，却完全没有到头的意思。队伍里开始蔓延不安。对啊，教授，这地方好像比之前长了不少。我开始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队员们心慌，陈教授迟疑，冰冰面色苍白。明明半小时的路，走了40分钟还没到头。直播间观众更是不忿，看看这小子干的好事，如果不是他带路，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陈教授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要是一会儿真的碰到粽子，绝对不会这么简单了。小张，你怎么看？陈教授没有理会观众，面色凝重。考古队员纷纷看来，四下寒意增加，节目组的人双腿哆嗦。我忽然皱起眉头，有些意外。九宫飞星？什么？我的喃喃让众人面面相觑，观众也摸不着头脑。陈教授露出思索，你是说这里的甬道中蕴含古老的九宫飞星布局之法？什么？陈教授的话让考古队员感到震惊，观众也愣住了。兄弟们，啥是九宫飞星啊？听上去好像是咱们大夏最古老的堪舆布局之法。这不看好我的人此刻纷纷面色迟疑。九宫飞星可是大夏最古老的堪舆之术精粹，难道我真有真才实学？愤怒的观众沉默了，但更多人还是不信，说不定这小子在装逼。他这么年轻，绝对不可能对于九宫飞星这么古老晦涩的东西有深奥理解，他绝对是装的。冰冰不再关注直播间，看向我，接下来我们怎么办？陈教授静静等待回应。飞星者，不过借九宫之位产生的无数变数之一，此为九宫飞星，近来使我观测山脉走势，此位因为7尺破军，融合飞星之道可得，出去的路不在前后。我淡淡解释，打量着两侧除了相似木砖外别无他物的墙壁，开始数起左侧的砖块。众人狐疑，观众也感到离谱，他是在搞笑吗？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闲心数砖块？喷子们刚准备开喷，却见我在画面中将一块木砖按了下去，顿时瞪大双眼。卧槽，那是什么机关？真的是九宫飞星？这家伙一眼就看透了这里的布局。观众感到震撼，无法想象我一个20左右的青年，竟在无数相似的砖块中一下子找到了机关。随着我放下手掌，砖块归位，紧接着两侧墙壁响起锁链转动的声音，一扇漆黑空旷的大门缓缓从右侧墙壁张开。所有人都在这时候看向我，感到不可思议。走吧，主墓位置就在这里。我走在前方，先一步踏入黑暗，众人纷纷跟上，手电光汇聚。这是一间极大的墓室，青砖铺就，一侧竟然还存在着一座石门。教授，这间墓室在我们之前的探索中根本没有发现，这是一间全新的墓室。教授，这里的布置都是我们现在历史书上所没有记载的。队员们激动起来。可就在这时，晋升，我的低喝让众人面色凝重。陈教授压低声音，是发现什么了吗？我点了点头，从背包中取出一支蜡烛点燃，小心翼翼放在主墓室东南角，观察了一会儿烛光。我扫过众人，声音平淡，时刻注意烛光，若烛光有变，所有人都即刻放下手里的东西，到我这边集合。好，陈教授凝重点头，大家心底谨慎起来，显然都已对我信服。可仍有观众觉得我在装蒜，引来无数人回怼，笑死，你特么现在了还有脸骂明哥？要不是明哥找到了出路，现在考古队还在甬道中徘徊呢。狗东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掌握九宫飞星技术的能人，你丫是想把我们明哥喷到退网吗？直播间里替我说话的粉丝越来越多，不少人紧张地盯着画面中漆黑幽暗的一切。墓室空间极大，散落着生锈暗的一切。墓室空间极大，散落着生锈的铁制武器，以及主墓室正中的巨大棺椁。考古队借助手电光开始记录，空气温度却莫名变低，原本明黄的烛光竟变成幽绿色。主墓室的众人骇然，赶忙放下东西逃到我身旁。大壮，冷焰火！我拔出长刀戒备。大壮匆忙取下冷焰火扔出，随着炙热的白光涌现，整个主墓室被映照的一片明亮。突然，咚！一道沉闷声响传来，所有人心里一沉。冰冰满脸惊恐，声音是从棺椁里面传出来的。所有人看向棺椁，心底慌乱。大壮额头渗出汗水，举起武器对准棺椁。我面色难看，紧握长刀，心底紧张。我虽有祖传的盗墓知识，也具备第一阶段的麒麟血，却没有任何武力。唯一能想到的对抗办法就是用自己的血抹在长刀上，但我也不确定行不行。行动前我特意嘱咐别用冷焰火，
就是怕惊动怪物，没想到还是惊动了。咚，棺椁中的声音抓狂般疯狂撞击起来，砰，棺椁裂缝蔓延，2道、3道，哗啦，石块崩裂，一道穿着古老盔甲的腐烂身影忽然出现在视线中。我操啊，尸变了，完了，考古队完了，这事儿不能怨明哥，谁能想到墓室里存在这玩意儿？别他妈拼了，快报警！观众头皮发麻，纷纷报警。诡异的一幕却出现了，那腐尸竟用空洞的瞳孔直勾勾盯着众人，一动不动。队员们吓破了胆，我心底也满是疑惑。可就在这时，扑通，那高大的腐尸直接跪了下来，在所有人茫然的注视下，巨大尸体缓缓举起双手，将一个沾满黑污的东西举过头顶，再次沉寂，一动不动。这一幕让所有人脑瓜子嗡嗡的。很快，眼尖的观众发弹幕：你们看，那个尸体跪着的方向，竟然是明哥！卧槽！你一说，我才忽然注意到，我天，尸体竟然朝着明哥跪下，那尸体手里的东西怎么有点像冰翼？好家伙，兄弟们，明哥到底什么人啊？尸体为什么会向他下跪？难道这才是明哥敢一个人走在最前面，进入古墓的底气？直播间彻底疯狂，陈教授几十年的认知更是被生生颠覆。为什么尸体向我下跪？就连我自己也是脑瓜子嗡嗡的，下意识收起长刀，短暂沉默后迈步上前，小心翼翼从尸体手中拿起那黑污之物后，尸体忽然倒地，在所有人注视下化作黑水消散，全场死寂。直到大壮懵逼的挠了挠头，疑惑道：我怎么感觉他们就是为了等你到来，然后把这东西交给你？壮哥，这特么不用感觉，明眼人都能看到的事实啊！这是壮哥也太憨厚了，明哥到底什么来历啊？好着急啊！别说了，这段视频我已经发布出去了，明哥必火！奶奶的，我也去转，着急啊！别说了，这段视频我已经发布出去了，明哥必火！奶奶的，我也去转发。直播间因为尸体下跪的一幕炸锅，考古队所有人许久才逐渐回过神，满是迟疑的看着前方的我。陈教授目光复杂，声音发颤：小张，到底是什么来历？我扫过众人，摇了摇头，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率是因为麒麟血，但我绝不能把这件事说出去，否则极可能被当成小白鼠切片研究。可就在这时，检测到文物出土，虎牛永昌大元帅金印，文物年代明崇祯，恭喜宿主获得1500文物点，系统商城开启。脑海中系统声音传来，陈教授也逐渐平复了心神，深吸口气，小张，这里就是唯一的主墓室了吗？根据九宫飞星来看，这里是这片地域唯一的墓室了。好，陈教授点了点头，目光扫过众人，大家将这里的东西整理采集一下，咱们准备回去了。是，队员们纷纷行动起来。我将带着黑屋的金印交给工作人员密封。跟大壮坐在一块时，我暗自思索，如果麒麟血能引起明代古墓中尸变将领的跪拜，那么他在这个世界是不是有另外的寓意？无法确定。众人整理完毕资料，在陈教授吩咐下，我找到了石门开关。半小时后，大家来到一处伫立着9座棺椁的空地，棺椁已全部打开，粽子不见踪影，唯独剩下9滩漆黑诡异的黑血。1小时后，众人走出古墓，冰冰也缓过神，结束了直播。持续半个月毫无所获的考古，没想到短短半天，竟然在我的带领下找到了主墓室，还带回了一件未知年代的文物。金印被陈教授喊来大佬研究，我则看着远处的山川走势，推断出发现金印地方的上方竟然是一条宽阔的河流，或许是平行世界的原因。这个世界历史断层严重，但文物是依旧存在的。前世记忆中，虎牛永昌大元帅金印是在江口发现的，或许正是因为塌方的原因，才将金印冲了上来。平行世界地点对得上，唯独时间线不太对。不过与张献忠有关的军印出现在这里，那么明石30是不是也真实存在于这片世界？我缓缓摇头，回到帐篷换了身衣服，躺在床上玩起了手机。但很快，一条资讯弹窗引起了我的注意。葡萄国发现疑似沙悟略乘坐过的船舶，圣十字号，找到约莫500年前的历史痕迹。简短资讯下方的评论却让我极度不适。太棒了，这就是西方优秀的文化吗？要是我是葡萄国人就好了，真想亲自去见识见识。这不比挖出的清王朝慈禧御用便桶舒服？奶奶的，凭什么咱们大夏没有历史？这些评论看得我眉头紧皱。了解后我才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个世界的文化断层。这世界的大夏只有清王朝的历史。据说清朝前发生过一场无法追溯的灾难，导致历史断代，而清朝割地赔款，卑躬屈膝的耻辱，让不少大夏百姓对自家文化极为厌恶、自卑。看样子，考古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关掉手机叹息，历史文化代表着民族自尊，在前世5000年的悠久传承，让我们拥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反观这个世界，文化却是让国人将自卑展现到了极点。我不甘心这样，既然能挖出虎牛永昌大元帅金印，说明大明朝的绝代风华绝对真实存在。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乃至大宋、大唐，甚至书同文车同轨的大秦，那些被埋葬的悠久文化，我一定要一件件挖出来，向世人证明大夏传承经久不绝。这枚金印只是一个开始，1500文物点倒是可以兑换一些东西了。如果不是麒麟血，这次的危机很悬，知识类暂时不太需要，接下来还是需要一些技巧才行。我浏览起系统商城，花费1000文物点，买下了唯一买得起的鼓舞。第一阶段兑换成功，鼓舞。第一阶段奉承极致杀伐的武道。第一阶段鼓舞可以让你掌握超越人体极限的杀人技巧。随着肌肉变化，一招一式在脑海中浮现，我的战斗素质快速飙升，感受着体内蕴含的庞大力量，我心底不免火热。有了鼓舞，再次下墓遇到离谱情况，也有了应对之力。就在我研究鼓舞时，古墓中粽子下跪的视频已迅速流传出去，甚至冲到了热搜第3，讨论愈演愈烈，最终被官方出手压下。我当时并不知道，说动官方的正是陈教授，而背后的能量来源是那块金印。经国家考古总院与残缺典籍印证，那正是明末崇祯年间的虎牛永昌大元帅金印。考古队员们都获得了20万元起步的嘉奖，陈教授更是为我申请了50万奖励。在陈教授劝说下，我收了钱，同时也得知我的存在已被官方允许，我心底松了口气。加入考古队的事总算尘埃落定。事件结束后，我们迎来了长达1周的假期。简单聚会庆贺后，我回到了出租屋。老张，你去哪儿了？发生大事了，昨晚找你半天找不到。刚进门，合租室友王富贵便兴冲冲地开口：我跟你说，前2天就在咱们江城考古地点发生了一个大事，一个几百年前的古墓出现粽子，把考古工作人员打伤不说，后来还出现一个高人，不仅轻易找到了主墓室，而且主墓室里起尸的尸体竟然还向高人下跪了。老张，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昨天上班没空，肯定跑到现场去看看那高人长什么
什么样？不，那已经不是高人了，那是神。下次一有那个高人的消息，我怎么样？不，那已经不是高人了，那是神。下次一有那个高人的消息，我一定要过去给他磕2个，求他收我为徒。看着他狂热的模样，我有些唏嘘，疑惑他看了视频怎么认不出我，直到他拉着我看录屏才明白，除了直播最开始露脸，后面大都没捕捉到我的样貌，最后高潮部分竟然被打码了。我短暂思索便明白了关键，官方为了保密压下了消息，我的存在或许已经引起了上面的注意，又或许官方从很久之前就发现了有关于粽子存在的危险墓穴。我心底喃喃，没多说什么。若真如此，到时候自然会有人联系我。在王富贵对高人的疯狂吹捧中，我心满意足地洗了个澡。没错，我就是故意不告诉他真相，要是让他知道我就是高人，这小子绝对会缠着我拜师，我才绝不承认。隐瞒不报只是为了多听几句溜须拍马，甚至还在一旁侧面怂恿他继续吹。转眼2天过去，大夏考古队挖出明代古董的事迅速全网发酵。古墓惊现明崇祯年间虎牛永昌大元帅金印，那段历史是真实的。崇祯年间兵印现世，传说中的明氏3陵还远吗？明代风骨是真实存在的，各种消息瞬间霸占了热搜前10。这个世界并非没有古籍，但苦于没有真实文物出土证实。多年来的文化缺失让无数国人深陷自卑。如今虎牛永昌大元帅金印的出土，好似撕开了历史的帷幕。热搜下方的评论清一色全是悠悠大夏传承中线，官方的坚定发声，让无数人看到消息时不免落泪。多年来被人嘲讽看不起的大夏传承，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兵印一出，那记载中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风骨还会远吗？这一刻，无数华夏儿郎热血沸腾，满怀期待。但同样的，一些负面的消息也随之增多。大夏官方在骗人，大夏不可能有文物，唯有法国的贵族文化才是世界正统。你们这群卑劣的大夏人简直无耻，伪造，绝对是伪造。网络上负面消息满天飞，大夏儿郎纷纷怒气反击，但在外媒带风向下，仍有大量崇洋媚外之辈不愿接受事实。深夜，他奶奶的，这群人活该一辈子吃不上4个菜，气死老子了！这群傻 X。合租室友王富贵看着网络评论愤怒无比，相对来说我平静许多。在一个文化缺失的国度，这很正常。随着古老文物出土，国人自然会生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没必要理会诋毁。要是那位高人在这里看到这些消息，那得多心寒。不行，我要跟他们对线，说不定那位高人也在上网，要是看到了我捍卫大夏的评论，说不定脑子一热就会收我为徒。王富贵眉头一挑，喃喃间露出正色，如果这辈子能给那位高人磕2个，老王我此生也算是无憾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仰慕一下那位高人伟岸的身姿，英俊的面孔。哎，王富贵重重叹息一声，我不免有些唏嘘，干咳一声，老张，你喉咙里卡了个俄洛伊吗？难道我说的不对？察觉到我一脸唏嘘，王富贵有些诧异，对，你说的都对。我有些无奈，连忙点头附和。王富贵就是个愣头青，平时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很有立场的。叮咚，正当我思索前些日子探索古墓时的山势，谭笑笑忽然打来电话，我直接接起，小明哥，上面下来任务了，你快来工作点一趟，还是咱们原来的位置。好，我这就过去，我也不耽搁。胖子，你车给我开2天。跟王富贵说了一声，我拿起桌上的钥匙转身就走。王富贵一脸懵逼，大哥，我明天还得上班啊。此时我已经离去。王富贵无奈摇头，打算明天请假找老爹再要一辆。离开出租屋，我开着王富贵的车出现在考古地点，此时已经有不少人聚集在一块等候了。小明哥，看到我下车，谭笑笑赶忙小跑过来迎接。发生什么事了？我锁好车门，跟他朝考古点走去。谭笑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教授说上面给咱们派了个大任务，说是一会儿会带着一个大人物过来。这么晚了，大人物？我有些疑惑，跟着众人静静等待。很快，随着一辆插着红旗的车辆行驶进门，所有人都站起身来，车辆缓缓停下，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人和陈教授陆续下车。大家久等了，都先进帐篷吧。陈教授吩咐一声，所有人快速进入帐篷坐下。诸位，今天找大家来，是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陈教授扫过众人，露出严肃。前不久挖出虎牛永昌大元帅金印的事情引起的轰动，你们想必已经知晓。经过上面决定，接下来会有一期与外国媒体的合作探索项目。合作探索，考古队员们有些意外。我露出思索，没有说话。没错，合作探索。距今为止，咱们大夏发现的古墓已经不在少数，其中虽然很少有像虎牛永昌大元帅金印的东西出土，但也多少证明了明代文明存在的真实性。陈教授声音低沉，不断思索。这次上面给了咱们足够的权限，可以在大夏范围内选择任意一所已发现的古墓，让外媒跟着咱们进行探索拍摄，也算是一种文化宣扬吧。陈教授说完，谭笑笑露出不解，可这毕竟是咱们的珍贵文化，古墓中蕴含的文物如果被外媒的人不小心破坏，是啊，教授，咱们挖掘咱们自己的文化，外媒那群人凑什么热闹？话说，上面该不会是想让咱们随便选一个糊弄过去吧？考古队员们纷纷开口猜测，陈教授微微摇头，最终看向人们纷纷开口猜测，陈教授微微摇头，最终看向我，小张，这事儿你怎么看？我对上陈教授目光，我露出思索，在我看来，这件事除了合作探索，上面似乎也在试探我。如果古墓中出现危险，外媒记者死在古墓，这件事会造成多大影响？沉思许久，我问出了心底疑惑，是他们非要求着来的，我们只需要尽可能保护即可，真出了事，责任也不在我们。陈教授露出思索，我想我知道一个大墓。我短暂沉默，平淡开口，这话一出，顿时让考古队员们露出诧异。陈教授也有些意外，那位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则目露深邃，打量着我，不知在想些什么。张家历代传承中不乏观测堪舆之法，在之前下墓时，我发现咱们发现虎牛永昌大元帅金印的地方，似乎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墓穴。一旁的陈教授眉头紧皱，中山装男人短暂沉吟后传出低沉声音：“你的意思是，带着外媒的人进入你发现的另一个墓穴？”我点了点头，分析道：“另一处墓穴的位置暂时无法确定，但如果详细勘测，入墓位置可8、9不离10。一来粽子的存在可以劝退外媒记者，二来此墓穴位置相近，应该能找到虎牛永昌大元帅金印的半生之宝。你是说残缺典籍之上记载的西王赏功前？”陈教授听到我的话，大为震惊，声音有些激动。按照大夏典籍记载，虎牛永昌大元帅金印必然伴随西王赏功前出土，若能找到西王赏功前，便可证实明末张献忠的存在，甚至找到李自成的线索，彻底堵住外媒的嘴。外媒大概3天后到，你若是寻找
找墓穴大概需要多久？2天足矣。我思索过后，平淡开口。陈教授深吸口气，我的话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好消息。这么多天通过仪器寻找，只找到小墓，还遇到粽子，没想到我短暂勘测便能判定存在大墓。你们觉得此事是否要按照张明所说来做？这时候，中山庄的男人再度环视一圈，考古队员们纷纷表态过后，男人也不再迟疑。如果此事可以做好，相信上面给你们的嘉奖也不在少数。既然选择相信张明，那么这件事情我会如实上报，军方也会在一定程度保护你们的安全。说完，中山庄男人不再耽搁，转身离去，剩下考古队众人面面相觑。军方的人，好家伙，这件事就这么敲定了吗？军方向来说一不二，这万一明哥没有找到，这岂不是？听到军方2字，队员们纷纷迟疑。我相对平静许多，大家都早点休息吧。明天早晨开始，我会开始寻找大墓入口，到时找到后，诸位也可开始挖掘。行了，大家都散了吧。陈教授附和一声，众人陆续散去。小张，你真有把握吗？直到众人离去，陈教授才露出担忧看向我。军方向来说一不二，既然敲定了你的方案，到时肯定会上报，最后的结果绝对是按照你的方案执行。但如果你没有找到墓穴，导致需要再次挑选更改古墓地点的话，怕是对你将来。放心吧，教授，我有把握。看着如此替我考虑的陈教授，我心底微暖，笑了笑没多言，打声招呼回了帐篷。前世的虎牛永昌大元帅金印是伴随着西王赏功前出土，但这片世界却是有所偏差。既然金印保存完好，那么从某种程度来说，这里必定存在大墓，堆放着西王赏功前才是。或许还能找到一些关于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线索，又或许这片世界的历史轨迹和前世并不相同。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真实情况还需明天仔细勘测。不过，既然敲定了外媒跟随，我也需要做些准备。打开系统，不断打量着商城里的杂物选项，最终目光落在了一个虫卵上。寻尸虫对于尸臭和死气有着极为敏锐的感知。清晨，我带着谭笑笑在古墓附近的山川考察，我负责分析，他负责记录。2天来，我们跑遍了附近的山脉与河流，在张家祖传的看榆树引导下，我终于在第2天傍晚确定了古墓位置。那是一处山脉环绕的山谷，根据地形走势判断，这竟然是张家秘典记载中具备盘龙之势的宝地，这让我有些意外。按最初推断，存在西王赏功前的古墓不会太大，但这山谷单是环形结构就有5-6平方公里起步，加上盘龙之势，即便墓主不是皇亲国戚，也绝对在当时声名显赫。我短暂思索，将资料汇总准备交给陈教授。原本计划明天挖掘，但我刚进帐篷就发现陈教授眉头紧皱，一问才知外媒竟然提前到了今天拍摄。如果直播挖掘出现错误，整个考古队都会引人非议，这让陈教授十分迟疑。要不我跟上面打个报告，商量下时间仍旧按照之前进行吧。陈教授叹息一声，我微微摇头，来者不善，怕是他们也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明天就明天吧，正常挖掘不会出问题的。看着我笃定自信的神情，陈教授最终选择了相信。很快，考古队变更临时工作点，拔营前往那片山，再次搭建好帐篷后，众人养精蓄锐。次日清晨，挖掘部门便在我指定的地点开挖起来。可就在这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到达了考古工作队的地点。这次大夏考古队会带着我们证实大明王朝的存在，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才对。一道蹩脚的普通话传来，我回头看去，临时工作点外，普通话传来，我回头看去，临时工作点外，正有一对金发碧眼的外媒举着摄像头走来。小明哥，上面有规定，这次拍摄人脸全程打码，你放心，上面会保护好你的。谭笑笑抱着资料本，声音温和。我摇了摇头，手里盘着那个怪异漆黑的虫卵，目光深邃。对方来者不善，这次拍摄显然会被外媒最大程度主导。你好，陈教授，请问这次考古工作的总指挥是你吗？不，我们这次总指挥是张明。陈教授指了指我，为首的外媒女记者点了点头，随即吩咐一声，开始吧。随着双方服务器连接与自动翻译开启，国内外水友纷纷涌入直播间。外媒女记者露出看似和善的笑容。张明先生，我是这次拍摄的导播员乔治，后面都是负责这次拍摄的工作人员。请问你们找到古墓了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古墓正在挖掘，预计2小时后挖通，大概吃过午饭后就可以进入。我平静回应。乔治有些意外，笑了笑继续开口。张明先生，之前大夏挖掘出的古董大都是破砖烂瓦，似乎虎妞永昌大元帅金印也只是几百年前的破东西罢了。网上对于金印的评论褒贬不一，不知道张先生您怎么看？面对这种不怀好意的套路，我冷漠以对，我站着看，没什么事，别来烦我。说完，我转身朝远处走去，留下乔治面色尴尬。他饶有兴趣地笑了笑，转头看向摄像头。我们之前要求进入大夏的考古总部拍摄金印被拒，没想到张先生也如此没有礼貌。看来礼仪之邦的说法明显有些站不住脚了。外国水友看到这一幕，顿时开始发弹幕，就这礼仪之邦，笑死！看到张明那个态度没？就这样对我们外国友人，这就是大夏吗？不让拍摄，看来他们大夏人也不过如此。要记得，大夏几百年来一直都是一个卑劣的国度，他们清朝祖先可是向我们下跪过的。他们大夏人都是孬种，不讲礼数的孬种。弹幕区毫无素质的嘲讽引来无数国人愤怒，其中一个 ID 叫69岁扶墙对抗的网友直接怒斥：文物出土不需要保护吗？你们外国人都是没有长脑子吗？看来你们这个国度普遍考古素养不高啊，难怪研究了几十年也就挖出过200年前的东西，还有脸嘲讽我们。直播间瞬间乱作一团，乔治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带着队伍走向挖掘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张先生所说的古墓入口了。据张先生所说，2小时后便可以挖出入口，到时候吃过午饭我们就能进入。也不知道这位大夏能人会不会让我们失望。他话语一出，争论全引到了我身上，不少外国人跟风嘲讽，大夏水友则团结一致，处处维护。随着坑洞越挖越深，2小时很快到来。张明先生则团结一致，处处维护。随着坑洞越挖越深，2小时很快到来。张明先生，看样子你2小时的推测似乎并不准确。乔治犹如狗皮膏药凑了上来，带着揶揄的笑，话里尽是嘲讽。我冷冷扫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紧盯着挖掘坑。看来张先生也无话可说了。乔治刚对着摄像头讥笑完，下一秒，轰！挖掘坑内突然传来一声轰鸣，随着地面的震颤，一道激动的声音响起：教授，挖到了，是木砖，与之前的古墓几乎一模一样的木砖。乔治的面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陈教授露出喜色，转头看向我，让大家先撤回来，古墓需要空气流通，咱们吃过饭后再进去。
随着我下达指令，队员们开始安营做饭。我将众人聚集，定下了下目人选：我、大壮、谭笑笑和陈教授。这次墓穴庞大，危机未知，有了粽子的前车之鉴，人越少越好，以免遇险时兼顾不暇。众人正吃着饭，乔治却冷不丁插嘴：如果我得到的信息没错，张先生应该自己都没有自保之力吧？当然，这只是网上的传言。他无所谓的笑了笑，我自始至终没正眼看他。其他队员也直接无视了这个没礼貌的女人。没人搭理的乔治倍感丢脸，只能强压不爽，继续在直播间煽风点火。1小时后，我带队下墓，前后12人陆续进入了漆黑的墓道。墓道里面的危机暂时无法确定，大家小心一些。我淡淡嘱咐一声，打起强光手电在前方开路。谭笑笑和陈教授举着相机记录，大壮背满热武器，全神戒备。相比之下，外媒的人却面色轻松。看来咱们对大夏人的评价还是有些高了。乔治神色怡然自得跟在后面，觉得我们大张旗鼓纯粹是所。可没走多远，所有人都察觉到墓道内的温度正急剧下降。谭笑笑和陈教授面露迟疑，大壮也握紧了武器。身后的乔治却发出一声嗤笑。我目光微冷，压下怒意打量四周。10几分钟过去，眼前只有一条长长的墓道。按张家密典记载，这种布局前期通常没危险，真正的杀机都在后面，甚至不知不觉间，后背或许就会冒出什么东西。盘龙之势有4级，脊骨长墓道尚在外围，看样子还需要继续走一段时间。我思索后，带着众人继续前行。后方的乔治却越发觉得无聊，这就是大夏的堪舆之术吗？为什么我感觉这里根本没什么危险？家人们，我好无聊呀！没想到大夏的古墓这么索然无味，什么都没有。他对着镜头不断吐槽，外国网民也跟着嗤笑。但大夏网友从我越发凝重的神色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妙。很快，我们走进墓道，眼前豁然开朗，竟是一片被人刻意挖出的巨大山洞。我目光深邃地盯着眼前的景象，谭笑笑和大壮立刻散开戒备。乔治一行人看着这突兀的山洞，彻底懵了。你们大夏的古墓这么随便的吗？大夏的古墓只有一条墓道，笑死！我还以为是什么，没想到大夏的古墓竟然长这样。大夏人，你们确定这条墓道不是你们这2天建起来的搞笑的吗 ？Oh my god！ 我还真当是看了个什么厉害东西。大夏人笑死我了，竟然自己建了一条墓道来让我们嘲笑，这不是考古节目，这是娱乐节目，哈哈哈！一时间，乔治的话让直播间的外国网民纷纷传出讥讽嘲弄的笑话。突然，咚，不知道何处传来的一道闷响，顿时让不少人面色凝重起来。乔治则是故作镇定：张先生，看来你们这条自己建的墓道有些不规范啊。想到这里，乔治露出不屑，一脸讥讽：如果你们没有再多的古墓，请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你们这样做很低劣，就像你们祖先的品格一样。可就在这时，咚轰隆，诡异的声音忽然自众人后方传来，不少人目光看去，原来那条长长的墓道竟然出现了塌方，这让乔治面色不悦。刚要怒斥时，诡异的声音却突然响起，吱滋，不知道那是什么生物发出的声音，像是老鼠，但明显有地面被硬物敲击的动静。谭笑笑有些紧张，陈教授和大壮面色凝重，我眉头紧皱。乔治看到沉默的众人已经彻底没了耐心，正当他准备撒泼怒斥时，我忽然传出低喝：快跑！说话间，谭笑笑、大壮和陈教授赶忙听从我的话语，朝着前方快速跑去。我则是一个闪身，快步出现在这群媒体人中唯一一个大夏人身旁，直接将他扛起，朝着远处跑去。这怪异的一幕让乔治感到无法理喻，嗤笑一声，这群大夏人还真是可笑，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卑劣。如果是我们漂亮国人，肯定……乔治话还没说完，身后的工作人员便突然传来惨叫：是虫子，很多虫子啊，好疼！惊恐愤怒的声音传来，乔治面色顿时大变，猛然回首看去，身后墓道中不知为何竟然出现了难以计数的怪异虫子，密集怪虫瞬间将落后者淹没，更多的虫子纷纷朝着剩下的拍摄人员冲来，这让乔治面色刷一下变得苍白起来，容不得他迟疑。短短2个呼吸的时间，身后墓道中竟然又钻出了难以计数的漆黑毒蛇，这让乔治感到头皮发麻，惊恐大喊：快跑啊！谢特、法克，你们救我，救我啊！拍摄组的人纷纷开始逃命，那个被虫群包围的人却是没人理会，这让詹姆斯感到无比绝望。看着所有人都抛下自己逃命，詹姆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自己舔了乔治5、6年，没想到这个女人最后竟然抛下自己，可泪水。自己舔了乔治5、6年，没想到这个女人最后竟然抛下自己。可就在这时，嗡，随着一道金属嗡鸣声响起，在所有人注视下，我手持唐刀顺着墙壁从天而降，银色的刀光闪过，詹姆斯身旁的虫群在锋利的刀锋震荡下，纷纷被掀飞震退。不少网友看到我突然出现的身影，纷纷激动起来：是明哥！卧槽，明哥会飞檐走壁，这一招从天而降的刀法牛逼！随着我落地后散发出的威压，那些原本死死包围詹姆斯的虫子们竟然开始向后退开。吼嘶！大量黑蛇死死盯着我，露出忌惮光芒，不断低吼。詹姆斯看到我这个出手相救的大夏人，更是两眼泪水纵横，一把鼻涕一把泪，直接跪了下来：爹，以后你就是我爹，你们大夏人都是我爹！谢特，该死的乔治，张先生，太感谢你了，感谢你救了我，谢谢。詹姆斯思绪杂乱，不断磕头道谢。我平静许多，把这个吃了，挥手间扔出一颗黑色的药丸给他后，我转身朝着远处走去。詹姆斯看着四下虎视眈眈的蛇虫鼠蚁，赶忙吞下药丸，扛起摄像头，紧跟在我身后逃去。而四下诡异的蛇虫则紧紧跟在我身后半步，没有进攻，也始终没有远离。这一幕让不少网友面面相觑。我怎么感觉这些怪虫都很害怕明哥？兄弟，不用感觉，这特么就是事实啊！明哥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宝物，可以让这群怪虫害怕啊？不知道，不好说。明哥太神秘了，他到底什么来头？弹幕区不断讨论着。我带着詹姆斯来到了一条散发着诡异气味的河流旁，河流不算宽，对面就是谭笑笑和乔治等人。我带着詹姆斯过了河之后，那群怪虫也被河流拦下了脚步。哦，张明，我要你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你们建造的墓道里会出现这些东西？你们大夏到底在搞什么？我刚一出现，乔治便发疯一般冲了上来，抓着我的领口满脸鄙夷。你们这群卑劣的大夏人，到底想把我们这些高贵的漂亮国人怎么样？该死！你这个大夏的奴隶！乔治几乎魔怔一般，举起拳头就想打下去。可就在下一秒，法克，贱女人！詹姆斯看到乔治如此对待恩公，顿时怒从心头起，快步上前怒斥一声，一把推开乔治，甩手就是一巴掌打了下去。啪！要不是张先生救了我，我现在已经死在了那群虫子嘴里。该死的女人，你到底想对我的恩公怎么样？啪啪！
说话间，詹姆斯又重重甩了2巴掌。乔治满脸惊恐地看着这个暴怒的男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直以来的舔狗竟然会因为这点事就对自己如此暴力。詹姆斯，住手！詹姆斯，快放开他！四下的外媒工作人员纷纷开口制止，但詹姆斯却是目光冰冷，神色愤怒。贱人，如果再让我看到你对我的恩人玩什么花花肠子，我会让你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碧池，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说完，詹姆斯一把将乔治推倒在地，才算是作罢。一顿教训后，乔治明显有些神志不清，蜷缩在角落，什么话也不敢说。而詹姆斯在做完这一切后，满脸凝重地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声音低沉：“很抱歉，张先生，如果不是这个愚蠢的女人如此冒昧，我们的关系必定不会这么难看。我对工作组的做法对您道歉，张先生，请您原谅我之前没有站出来阻止。您知道，有些事情我也不能全部左右。”詹姆斯诚恳道歉的一幕让不少网友感到唏嘘。我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轻轻拍了拍詹姆斯的肩膀，开始打量起四周。这里是一片空旷的地下空间，除却身后的暗河之外，前方则是一处山壁，山壁中镶嵌着一个巨大的石门，石门上遍布奇异纹络，看上去十分精美。到了，我喃喃一声，走上前去，开始思索如何开门。而这2个字，则是让陈教授和谭笑笑有些茫然。到哪儿了？龙口。我平静回应一声，不再理会。看着石门端详起来，不少大夏网友露出思索。如果所料不错，明哥说的应该就是盘龙之势的龙口。照这样子来看，似乎这才是古墓真正的大门。有道理。不过话说，有谁知道那群虫子为什么这么怕明哥吗？等等，难道没有人在意明哥的功夫吗？好家伙，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明哥这一身功夫是咋回事啊？兄弟们，有没有识货的来评价下明哥功夫啊？外国网民这边则是在声讨詹姆斯的同时，不少人开始对我恶语相向。这个人绝对是在装蒜，这种破大门用雷管炸一下就好了。他们大夏人最会装蒜了，这次绝对是故意演给我们看的。这个张明其实根本没有真才实学，就算他救了詹姆斯，说不定也是因为詹姆斯那个叛徒早就投敌。他们大夏人绝不会这么好心。古墓中的工作人员看着认真打量石门的我，也是有些不屑。张明先生，你们大夏没有雷管这样的东西吗？张明先生，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节约一些时间。虽然我们知道你们古墓中可能没什么东西，但我们接下来还要去其他地方。张明先生，请您对我们保持应有的尊重。毕竟一些人面面相觑过后，纷纷开口。最后一个人话还没说完，便察觉到了詹姆斯目中的含义，顿时悻悻地闭上了嘴。雷管炸门，你们都要死！我没有回头，只是平淡回应一声，继续打量起来。不少外国网友察觉到这一幕，纷纷不屑，感到好笑。这要是放在漂亮国，绝对直接就炸开了。他们大夏人就是会装腔作势，耽误时间。这个张明就是在作秀。不少人腔作势，耽误时间。这个张明就是在作秀。不少人还在变本加厉的嘲讽。一些大夏网友也有了迟疑。突然，砰！随着我拔出身后唐刀，一刀刺入石门，又迅速抽刀后退。所有人都愣住了。黑色的诡异液体顺着我刺破的地方不断流出，散发出强烈的恶臭。先前不屑的拍摄组成员在察觉到这股味道时，忽然面色大变，是强酸。强酸？为什么这地方会有强酸？乔治神色大变，惊恐的目光中藏着浓浓的不敢置信。他为什么会知道这里存在强酸？好家伙，明哥牛逼啊！一眼就看出了石门里面的门道。明哥到底什么来头？太强了，这就是国民男神吗？大爱明哥，明哥牛逼！外国网友看着画面中发生的一切，感到心神震颤，难以接受。难怪这个人说用雷管所有人都得死。这石门里面不知道储存着多少强酸，可怕！这个人到底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这是大夏人一手安排好的？不，从最开始土壤结构，一直到后面的墓道土质来看，这都是一个从未被人发现的墓穴。大夏人没有作秀，作秀的是乔治，是我们漂亮国人。哦，谢特，这个该死的乔治竟然把我们当猴耍！不，这或许是大夏的计谋。一时间，评论区争论僵持不下。而随着强酸逐渐流进，石门内竟传来哗啦啦的声音，石门动了。好家伙，石门竟然自己动了，那是什么声音？是机械在运转吗？好家伙，这也太神奇了！众人看着缓缓开启的石门感到疑惑，而我相对平静许多。这种强酸密度较高，它的存在阻隔了门内机关运转，强酸流进，里面的空心磁珠也会落下，触动机关开门。如果在没有释放强酸的基础上用雷管炸门，不仅会让大量强酸溅出，还会触动门内另一个机关，降下石锁，这门也就再也进不去了。说完，我借助强光手电打量门后漆黑的通道，大夏谁有纷纷感慨老祖宗的智慧。在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前行。既然收拾好了，那就出发吧。见众人收拾的差不多了，我带头踏入通道，谭笑笑等人紧跟其后，外媒那群工作人员也纷纷跟上。通道比之前宽敞许多，大概半小时后，面前竟然多出了2条岔路。众人疑惑地看向我，我却直接盘坐下来，从背包里取出压缩饼干，自顾自吃了起来。这一幕让不少人感到懵逼。张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张先生，难道要让我们看着你在这吃饭吗？张先生，你这样的未免有些太不礼貌了。乔治刚想开口，但察觉到保镖詹姆斯那沙包大的拳头，顿时打了个哆嗦，闭上了嘴，坐下来吃点东西等等。接下来的路可没那么好走了。面对众人的不满，我毫不在意的平淡回应。转眼1小时过去，拍摄组的人全都没了耐心，纷纷开口催促。外国网民也声讨我不顾大局，但我直接无视。好在有詹姆斯这个曾被我救下的壮汉威慑，众人才不敢发作。张先生，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当第2个小时到来时，乔治壮着胆子上来问了一句，我没有理会，只平静看着手里的虫卵。快了，张先生，您这样做是很不负责的好吗？如果您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我们拍摄组是有专门的考古学家的，可以替你做出决断。乔治后怕的看了眼詹姆斯，依然咬牙开口。我无所谓的摆了摆手，你觉得行你上。这种态度顿时让外国网民无能狂怒，大夏网友却直接笑喷。好家伙，你行你上，不愧是明哥，牛逼！老实说，这女人是真的烦，看着就想揍她。嗨，不是已经揍过了吗？话说明哥手里这虫卵模样的是啥东西？不知道，应该会发挥大用。乔治面色难看，无奈坐下。众人继续等待。约莫半小时后，随着虫卵异动，我也来了精神。漆黑的虫卵缓缓破裂，一只散发着蛋白光芒的虫子飞出。我立刻起身走，我跟在虫子选择的通道前进。众人纷纷跟上。乔治凑到一个大胡子身旁，低声问道：“史密斯先生，你是著名生物学家朱丽叶的学生，那个虫子你认识吗？”很抱歉，乔治小姐，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虫子。或许那是张明
明家里传承下来的手段。毕竟你也知道，大夏原本是存在很多世家的。史密斯无奈回应，乔治也不再发问。可前行不久，随着四下山壁上出现些许奇异的藤蔓，史密斯忽然激动起来。等一下，这是喋血藤？什么？我看到史密斯想要触碰藤蔓，面色一沉。别动！我一声低喝。史密斯愣了一下，快速开口：张先生，这可是极为重要的发现，这是我们最近研究的一个项目。喋血藤这种藤蔓在漂亮国极难存活，所以漂亮国拥有的并不多，但我可以保证，这种东西是可以入药的，对于治疗癌症有着极强的作用。张先生，请你允许我带回去一株。还有这里的土壤，我们研发出药物，一定第一时间跟大夏交流。面对这能名利双收的重大发现，史密斯无比狂热。可我目光冰冷，声音低沉：我说了，让你别动。我的警告让史密斯感到一丝恐惧，但他双眼布满血丝，依旧坚定。张先生，不管你怎么样阻拦，今天我一定要将喋血藤带出去。我们甚至可以将医疗技术和大夏一同研究，但也绝对不允许喋血藤就这样白白浪费。史密斯这副大义凛然的模样，顿时在直播间刷了一波好感，引来外国网友对我一阵谴责，而大夏网友们却深知我越是严肃的地方就越危险。现在直播间已经有很多人支持我们带走喋血藤，我们的人也在跟大夏官方交涉。张先生，请你自重。乔治不合时宜的跳了出来，目光冰冷的看着我。詹姆斯拳头紧握想揍他，却迟疑着没有动手。我看着如此添乱的外美，目中闪过冷意。那是鬼藤，动了你会死。可笑！史密斯冷哼一声，现代植物学上根本没有叫做鬼藤的植物，他笃定我是在骗他。想到这，他一把抓住了墙壁上的藤蔓，讥讽道：那么请问张先生，我现在有什么事吗？他得意的话音未落，我已经扛起拍摄组里唯一的大夏媒体人，转身就跑。谭笑笑等人见状赶忙跟上。詹姆斯感受着四下藤蔓诡异的蠕动，大叫不好，赶紧带着人跟着我逃命。史密斯心底一沉，正想逃跑，却发现那藤蔓已经死死缠住了他的胳膊。他面色大变，眼中闪过惊恐：救我！救我！凄厉惨叫回荡。史密斯奋力挣扎却无济于事，只能绝望地看着自己被无数藤蔓缠绕，肌肤上的刺痛传来。他猛然瞪大双眼，发现这些藤蔓竟然在吸他的血。救我！救我啊！绝望的惨叫回荡在空旷的山洞里。史密斯到死也没等到有人救他。半小时后，逃出鬼藤范围的众人看着面色平淡的我，后怕不已。如果不是我当机立断，所有人都会死在那儿。忽然，乔治满脸怒意地冲上来揪住我的领口，大声咆哮：该死！你为什么不救他？你能认出那是鬼藤，既然还会功夫，那你为什么不救他？你们大夏到底什么目的？该死！你这个没教养的野种，卑劣的大夏人，你怎么敢丢下尊贵的漂亮国人？你们这群废物！该死的废物！嗡！乔治怒不可遏地指着我的脸呵斥。下一秒，一道荧光裹挟着凌厉的刀气闪过，我淡漠收起唐刀，声音冰冷：再指我，砍的就不是指头了。说完，我打开强光手电，打量起前面的路。身后，乔治双眼大瞪，满目惊恐的凄厉惨叫起来。啊！刀气精准碾断了他指着我的那根手指，没有鲜血四溅，只有冷厉的切断感。拍摄组成员满脸恐惧地看着我，仿佛在看恶魔。詹姆斯微微摇头，谭笑笑等人面露迟疑，陈教授眉头紧皱，这事闹得有点大了。乔治满眼怨毒地盯着我的背影，拍摄组赶忙替他包扎。我始终没有在意，三番五次的挑衅底线，这女人实在令人生厌。至于后续事态，我不担心，砍了就砍了，有什么后果我担着便是。直播仍在继续，弹幕虽乱，但在网警出手后很快平息。与此同时，京城一间重兵把守的办公室内，一位老人与一名中山装中年男人坐在大荧幕前，看着直播画把守的办公室内，一位老人与一名中山装中年男人坐在大荧幕前，看着直播画面。这事儿你怎么看？老人声音平淡，眼眸深邃。中山装男人神色恭敬，声音低沉：张家历代盗墓，此子掌握的东西是我们最需要的。您也知道，长白山、昆仑山那些地方最近出现的东西已经超出军方的能力范围了。或许此子近年来大夏内部出现诸多超自然异变，诡异奇虫、致命毒物，让军方屡屡受挫。这也正是为何这次行动会如此轻易全权交由我负责。我解除粽子毒，引得粽子下跪的一幕，早已引起官方高度注意。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我大夏者，不可轻饶。老人微微点头，是。男人起身立正，去做吧。男人敬礼，转身离去。此时的古墓中，短暂休整后，我带着众人来到一片青色木砖铺就的区域。这里四下不宽敞，拦在前方的是一堵高高的木墙，墙体内镶嵌着一块长方形石板，形似门户。没路了吗？那东西看着像门，但是感觉上为什么这么奇怪？感觉不太妙。直播间的大夏观众感到凝重，谭笑笑等人打量着四周，最终将期待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外媒众人搀扶着乔治，忌惮地望着我，生怕重蹈覆辙。我没有理会他们，目光盯着徘徊在光滑石板上的白色小虫，暗自思忖：金龙口入腹，这里应该就是此地墓穴所在。寻尸虫发现了尸体，不像门，莫不是棺椁？立着棺椁拦路，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喃喃间，我拔出身后唐刀，抬手银光一闪，刀尖精准刺入木砖墙缝。在鼓舞第一阶段的力量加持下，我用力一撬，木砖快速松动，我左手顺势探出，稳稳将其取下。没有迟疑，我立刻开始撬第二块。看着我娴熟专业的手法，直播间谁有直呼内行？明哥为啥不直接砍掉那个像门一样的东西？嗨，明哥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难道没人惊讶明哥掌握这种牛逼的技术吗？话说明哥这些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学的呀？别急，我在找。弹幕飞速刷新，随着专业黑客20年的 ID 发话，所有人呼吸都急促起来。黑客大佬，牛逼，太妙了，总算可以知道一点明哥的身世了。快找出明哥地址，我准备了几万块钱薄礼，准备拜师了。大夏网友欢呼雀跃，而外网观众则默不作声，死死盯着屏幕。他们早已将乔治的事上报，正满心怨毒地等着我被审判。随着我将木砖逐块拆下，幕墙后的景象终于显露，那是一间极大的墓室，即便强光手电只能照出冰山一角，也足以让大夏网友彻底沸腾。看到了吗，兄弟们？那里面好像存在布匹，我怎么看到的好像是纸张跟桌子？牛逼啊！这就是明哥吗？不出手啊！这就是明哥吗？不出手则已，一出手直接找到了最牛逼的证据。我看谁还敢说明代的古老文物都是假的？陈教授激动地看着墓室内部，再看向我时，眼中尽是无尽感激。他深知，若没有我，考古队根本走不到这里，更别提证明明代历史了。只要有我在，何愁找不出长眠岁月的真实历史？谭笑笑也满眼期待地望着忙碌的我，连他自己都没发觉，
觉。此刻他的心跳正莫名加快。2小时后，一会儿进去后，你们什么也别碰。我平静嘱咐后带队进入。幕墙已被拆出通道。不出我所料，先前看到的石门并非石门，而是一具树葬的棺椁，大状引燃冷焰火，白光瞬间填满空间。这间墓室更像一间书房，正中间摆着一张古老书桌，一侧堆放着纸张，另一侧摆着文房四宝，后方立着落满灰尘的屏风，靠墙的旧衣柜里隐约可见些许明代衣物。这些保存完好的随葬品，不仅让众人对墓主身份愈发好奇，也印证了明代的社会现状。就在这时，谭笑笑厉声吆喝：“站住！”众人转头，只见乔治正偷偷靠近四面靠墙立着的棺椁。我没有动，乔治被抓包，慌乱摆手。我冷冷扫了他一眼，没有理会，但眼底深处掠过一抹微不可察的杀意。这个蠢女人为了报复什么都干得出来，只是碍于直播曝光，有些事不能明着来。我收回目光，继续观察四周，除了四面环绕棺椁的怪异布局，这里应该还有其他墓室才对。短暂的插曲后，陈教授开始考察物品。根据腐朽的年代来看，可以初步确定是明代的东西，里面大概率是明代的纺织物，做工精美，有很大的考察价值。文房四宝规格与明代一些典籍记载上基本可以吻合。谭笑笑不停做着笔记和拍摄留存。1小时后，陈教授考察完所有东西，眉头微皱，陷入沉思。这到底是谁的墓？这个问题让古墓陷入死寂。墓室的文人用品虽吻合明末特征，但仅凭纸张布匹，说服力依旧不够。要想堵住外媒的嘴，必须找到关键性的铁证。按照布局推断来看，还有一处地方咱们没去。我平淡出声，俯身敲打着墓室中央的几块木砖。你是说这间墓室下面还藏着东西？陈教授满脸震惊。直播间网友也觉得离谱。明哥不会是在开玩笑吧？这地方已经没路了好吗？明哥该不会想用刚才的方法，一块块把木砖撬出来吧？有点狼灭。大夏网友唏嘘不已，外国网民则纷纷冷笑。做梦，墓室已经没有任何通道了。张明怕不是为了博流量才没事找事吧？伤害了我们尊贵的漂亮国人，这个张明就该死。我现在看见张明的死人脸就烦，他怎么还不跪下给这个张明就该死。我现在看见张明的死人脸就烦，他怎么还不跪下给乔治女士道歉？抛开事实不谈，乔治女士也只是希望张明救下史密斯，完全是一片善心。可张明却是直接伤害乔治，这个渣男就该死。他们卑劣的大夏人就应该把我们漂亮国人捧在头顶，我们的命比他们尊贵多了。外网的傲慢言论引得大夏网友怒火中烧。这时，祖安网友69岁扶墙对抗站了出来，抛开事实不谈，谈什么丘巴比姆捏牛？你们就是因为自己只有短短200来年文化，才生怕我们找出更多的古老文物。可我们偏偏不会让你们如愿。或许清王朝的大夏土地发生过一些令人心痛的事情，但在更远处的朝代中，我们相信，在这片土地出生的儿郎从未弱于旁人。这一切都会有考古队的前辈带领我们一步步找到，并证实。好，说得好。网络上风波发酵，大夏网友的弹幕让无数外国人气急败坏，却无法反驳。毕竟漂亮国才成立几百年，而大夏典籍中记载的王朝更迭即便残缺，也是1000年起步。在外媒不解的目光注视下，我径直来到其中一座棺椁前，微微凝神思索。你们觉得他能行吗？我感觉他在作秀。他们大夏人都很令人讨厌，我感觉大夏的悠久文化都是他们吹出来的。其实那些东西都根本不存在，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明代500-600年前的东西，那已经很悠久了。大夏的典籍绝对是无法考证的。外媒的一群人围在一起窃窃私语，我没有理会，抬手缓缓朝着东面棺椁右侧的幕墙轻轻按下，哗啦啦的机关转动声突兀响起，所有人全愣住了。发科米 ，Oh my god，这是假的吧？难以想象，他怎么什么都知道？难道这是大夏古老的机关术？机关术在大夏典籍记载中，那可是1000年前一个神秘时期的东西，怎么可能现在还有人懂？机关术那不是大夏人编造出来的吗？外媒的人全部傻眼了，死死盯着我将一块块木砖轻轻按下去，直到整个墓室中央猛然出现了一条幽暗深邃、朝着下方无限蔓延的通道。全场看呆了，就连陈教授也感觉脑瓜子嗡嗡的。真的有通道，不愧是明哥，牛逼啊，太秀了！明哥身份背景应该很牛逼吧？不然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的东西？太强了，这才是神！弹幕沸腾，但我知道，如果拿不出确切的实物证明，大部分外国网民仍然会觉得一切都是虚妄。我一马当先走入通道，众人浩浩荡荡跟在身后。随着不断深入，不仅是现场，连大夏网友的心底也变得忐忑起来。如果这最后的地方真能发现关键性文物，便能直接证明大明王朝的存在。但如果一无所获，对大夏的民族自信心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所有人都在暗自祈祷。谭笑笑和陈教授看向我的目光也透着几分迟疑。能找到墓说明实力，但墓里到底有什么，谁也无法保证。就在所有人屏息期盼时，青色阶梯尽头的景象逐渐出现在视线之中。那是一具雕刻精美的棺椁，整间墓室极小，除了棺椁外，几乎再也容不下任何东西。谭笑笑等人露出思索，外媒众人面面相觑，我则是盯着在棺椁上方游离的白色小虫，心头微沉。寻尸虫会根据尸体的气味追寻，可这里显然没有尸体存在。难不成？我心中有了决断，一步上前，拔出身后唐刀，毫不迟疑地朝着棺椁刺去。砰！哗啦！在所有人懵逼的目光中，我用力一撬，棺椁的碎石猛然崩裂，强光手电纷纷照来，棺椁内的东西瞬间显露。是卷轴吗？里面好像堆着好多东西，没有尸体，这是个衣冠冢。我捡起一块碎石，用力一捻，伴随着怪异难闻的气息弥漫，石块顿时化作齑粉，并非石棺。我喃喃自语，再度挥刀将棺椁最上层快速撬开。很快，一套整齐堆放的衣服、2个印章以及零散的卷轴出现在众人视线中，记录下来。快！陈教授激动得无法掩饰，快速吩咐谭笑笑开始拍摄记录。我扫过棺椁内的物品，心底松了口气，的确是衣冠冢。铸就棺椁的石粉其实是一种类似防腐剂的东西，能完美保存物品不变质。墓主人能有如此规格的衣冠冢，生前必定名气极大。印章，我小心翼翼地拿起衣服上的印章，翻转一看，底部刻着4个字：南京界园唐伯虎。我大感意外，拿起另一个方形印章，上面俨然正是唐伯虎3个字。如果是他的话，一切似乎都能说通了。正因为他生前名气太大，才会被葬在如此风水宝地，配有那些怪异的陪葬品。可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尸骨？有东西！我忽然发现堆起的衣衫中
有明显的凸起，剥开一看，里面竟然藏着一个干瘪的虫卵。虽然难以分辨物种，但我隐约感觉这关系到一些重要信息。笑笑，拿密封袋给我，我将虫卵小心收好。众人拿出专业收纳袋，将衣服、印章和卷轴妥善装封，这才陆续朝着上方退去。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寻尸虫竟然自行飞出，不断围绕着我的腰间。我掏出装有虫卵的密封袋，下一秒，那白色小虫直接扑向了袋外。我神色凝重起来，寻尸虫卵，不对，它的怪异表现让我意识到这里肯定还落下了什么。我拔出唐刀，开始一块块敲击木砖。很快，一阵明显不同的空洞声响起，我反手刺入墙缝，将木砖用力撬出，一个沾满灰尘的羊皮古卷出现在眼前，还有个钱倒出，一个沾满灰尘的羊皮古卷出现在眼前，还有个钱袋。西王赏功钱为什么会出现在唐伯虎的墓里？看着手中锈迹斑斑的铜板和破损的布制钱袋，我将其小心收起。再看那羊皮古卷，上面似乎绘制着一幅精美的地图，线条犹如刺青。我没过多停留，将东西收好，迅速跟上队伍。此时直播节目已进入尾声，接下来的工作就得交给考古总部了。联系地面安保队后，不到几小时，上方传来了挖机的轰鸣声。随着长长的绳梯放下，众人陆续离开古墓。出来后，我才发现我们竟然出现在了山谷正中，而不是既定路线上的山谷另一侧。同样存在9宫飞星布局，不像是老张家的手段。我将疑点压在心底，把虫卵交给陈教授检测，并上交了羊皮古卷和钱袋铜板。随后，我抱着唐刀静静等待。我伤了乔治一根指头，那帮外国人绝不会轻易罢休。然而半小时后，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快速下车，直接将乔治逮捕，这让我明显有些意外。张先生，你辛苦了。穿着中山装的男人向我走来，早点回去休息吧。文物一有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至于乔治，因为散播侮辱大夏的言论，已经被军方逮捕。这次我们需要跟漂亮国要一个交代。对方简短交谈后直接离去，我有些惊讶。军方此举袒护之意明显，背后的深层含义绝不简单。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也没再深思，跟考古队众人打过招呼，我便开车回到了出租屋。已经是凌晨4点，听着室友王富贵响亮的呼噜声，我简单洗了个澡，倒头沉沉睡去。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渐渐醒来。高人，永远地神！外面突然传来一道激动的喊声，我推门看去，王富贵正坐在电脑前，满脸亢奋地看着新闻报道。张明，有个惊天大消息，那个高人又出手了，找到了一处大墓，太强了！看着他激动的样子，我没有点破。毕竟在同居3年的王富贵眼里，我祖上那复杂的背景早就彻底切断了我加入考古队的路。用他的话说就是，我要是能加入考古队，他就能立马瘦成100斤。他老爹当场跟他摊牌有1万身价，我没过多扯皮，简单弄了点吃的，躺下享受起闲鱼生活。看着银行卡里50多万的余额，我嘴角上扬。官方对考古人员的待遇确实没得说。就在这时，脑海中突然响起提示：丁，检测到文物公布，市民图唐寅，震泽烟树图唐寅，王蜀公祭图唐寅，西王赏功钱张献忠，总计文物点18320，奖励已下发，账户剩余文物点18620。脑海中系统声音传来，我有些意外，没想到这次的收获竟然这么丰盛。还没等我激动，手机到账短信里一大串的零让我感觉脑瓜子嗡嗡的，个十百10万千万1000万。我再次确定了一下自己1050万0328的余额，忽然感觉有些天旋地转，血气上涌，一个字爽。还没高兴多久，手机震动，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接起后，一道悦耳软糯的女声传来：小明哥，教授说上面给你的奖赏已经发过去了，你确认下收到没？还有，咱们这次的发现实在是太多了。根据昨天晚上一群教授的研究发现，那些东西竟然真的都是唐寅的真迹。西王赏功钱证明了明代张献忠的存在。唐寅的3幅画作，一个表现了明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另一个则是后宫故事，还有唐寅的山水画真迹，跟残缺典籍记载的唐寅完全对得上。上面很高兴，决定给咱们放1个月的假。电话那头，谭笑笑开心地分享着考古队的事，我笑着摇头，这妮子喜怒形于色，根本藏不住事。这样单纯干净的女生，如今这世道真的很难找。虫卵分析的怎么样了？闲谈过后，我问起虫卵的事，谭笑笑如实回应，因为是小明哥你的嘱咐，所以上面特意请来不少生物学专家在研究，相信很快就有结果了。好，我知道了。闲聊一番后，我心情愉悦地挂断了电话。老张，你去哪儿？看着一脸愉悦准备出门的我，王富贵满脸诧异，平时我可是妥妥的宅男，今天这是转性了，开了1000多万工资，正好有妹子请客，我就去吃饭拜。我耸了耸肩，拿起他的车钥匙，转身离去。王富贵听着我的话语，感觉脑瓜子嗡嗡的，这小子该不会因为进不去考古队神经了吧？他沉默片刻，看向昨天直播画面中那个背负唐刀的帅气身影，暗自咬牙，明子平时学习好，没办法加入考古队，肯定难受。兄弟3、4年，怎么也得替他想想办法。想到这，王富贵没迟疑，找老爹要了20万，开始全网寻找高人的联系方式，不断打听考古队接下来的动作。为了自家兄弟，他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高人砸猛，让他发话同意我进考古队。与此同时，我将车停在车位，朝悦新广场走去。这里是江城最繁华的地段，我开着的大众在一众豪车里显得尤为出众。在广场晃悠了一会儿，身后一道轻灵的女声响起：小明哥。回首看去，谭笑笑穿着背带裤和白色短袖，踩着干净的运动鞋迎面走来。今天她没戴眼镜，显然特意打扮过，笑容温和，短发飘摇，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她腼腆地挽上我的胳膊，引得广场上不少男生纷纷侧目，苦笑摇头，露出羡慕之色。对她亲昵的举动，我起初有些不适，但察觉到她脸颊上那一抹羞涩绯红时，我没有拒绝。这样的女生很难让人忍心伤害。对谭笑笑，我或许有些心动，但也谈不上爱。我慢热，不介意她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如果她能一直坚持这份喜欢，那我也不会让她失望。思绪到这，我忽然苦笑，自己这该不会就是……女生一句在吗？连孩子姓啥都想好了。摇了摇头，我没再多想，跟她准备去天悦美食城吃点东西。可就在这时，张明一道满是诧异的声音传来。我回头看去，那是一个40、50岁的胖女人，身边跟着个穿超短裙的浓妆女生，以及一个穿西装戴金表的俊朗男人。秦飞看着那个浓妆女生，我有些意外，可没想到胖女人忽然笑了。果然，我们家菲菲离开你是对的，没想到你现在越混越回去了。农民就要有农民的觉悟，就算是有名的大学考古系毕业，以及
家3代违法，这辈子注定没有出路的。胖女人满脸轻蔑，打量着我的一身地摊货。当初她就极力反对女儿跟我在一起，如今见我这副模样，更是认定了我是个注定没出息的农民。没想到你现在混的还是这样。浓妆女人秦飞也微微摇头，露出失望。胖女人越发得意，看到她了没？这可是著名的延华大学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支考古队的副队长，更是我们秦家的女婿。我跟你说，我们家少辉单是月薪就有7、8万，一旦对国家做出贡献，更会得到极大的表彰。说实在的，比你有出息多了。这话顿时让谭笑笑有些不悦。小明哥现在已经是考古队的人了。李少辉上下打量我一番，饶有兴趣道：“不知道你是哪支考古队的？”小明哥可是……谭笑笑刚想说些什么，就被我拦下。好不容易跟秦飞断干净，我可不想再惹一身骚，就是一个普通的考古队，没有你身份高。我淡淡回应一声，拉着谭笑笑转身便走。秦飞却忽然喊了一声：“张明，你还有什么事？”对这个曾经抛弃过我的女人，我自然没好脸色。秦飞似乎被我淡漠的语气惹恼，声音低沉：“这才几天，你就可以做到对我置若罔闻了吗？你当时发的那些事都是假的，对吧？你这个渣男，就算是我提的分手，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违背誓言？还有你身旁这个野女人！”啪！秦飞话没说完，清脆的巴掌声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愣在原地。我声音淡漠：“管好你的嘴，小子，敢动我女人！”李少辉怒了，上前2步抡拳砸来，我轻易偏头躲过，紧接着反手还击，啪！又是一记清脆的巴掌。李少辉直接被我扇懵了。从小到大没吃过亏的他，刚准备反击，就被我一脚踹趴在地。他直接被我扇懵了。从小到大没吃过亏的他，刚准备反击，就被我一脚踹趴在地。他强忍剧痛给在警局的表弟打了电话，随后昏迷了过去。我看向一旁目光担忧的谭笑笑，轻轻揉了揉他的头发，没事。在给陈教授打过电话后，上面很快出面干涉，我和谭笑笑直接被放走，而李少辉则被官方下了警告。这对他而言无疑是重大打击。有钱有势的他立刻派人查我的底细，很快他得到了一个令他怀疑人生的消息：张明居然是考古队的重要人物，外人根本没有权限查找。他家不是世代盗墓，代代违法吗？难不成官方看中了他家传的盗墓本领？一通思索后，李少辉自以为悟了，心底却埋下了怨毒的种子。这个该死的张明，不仅身份比他高，还给了他人生中第一个耳光。尤其看到秦飞眼底的怨毒，他对我的恨意已经上升到了极点。既然你引以为傲的是考古，那我一定会在考古这方面把你踩在脚下。李少辉暗发毒誓，他知道最近考古队出了个高人，不仅能让尸体下跪，还找到了唐寅的墓。他对高人仰慕已久。根据他得到的消息，官方最近发现了一个大墓，会在全国考古队选取精英跟随高人下墓，只要借此机会攀上高人，以后大墓的功劳少不了。到时候有高人撑腰，张明拿什么跟他斗？想到这，他拨通了自家队长的电话：“教授，我想跟高人下墓。”送谭笑笑回家后，我回到了出租屋，一进门就看到满眼血丝的王富贵正在看电子邮件。见我回来，他勉强挤出笑容：“明子，你别担心，你进考古队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你早点休息吧。”我瞟了眼他电脑屏幕上的一封关于考古队动向的邮件，整个人都懵了。调集各方精英，跟随高人下墓，这事我怎么不知道？我有些傻眼。按理说，以我现在的贡献，有大行动肯定第一时间通知我，这怎么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我自己却不知情？早点休息吧，我找到进入考古队的办法了。我拍了拍王富贵的肩膀，回到卧室，直接拨通了陈教授的电话，一通询问才得知，原来那消息是几个老教授吃饭时的闲谈传了出去，他们认为我带回的虫卵极具地域特色，正在分析。至于下墓的行动，完全没有敲定，纯属空穴来风。放心吧，小张，你现在已经是考古队的香饽饽，有任何动作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趁着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陈教授挂断了电话，我伸了个懒腰，倒头就睡。第二天睡醒，看到仍然满眼血丝、一脸疲惫趴在电脑前研究邮件的王富贵时，我忽然有些愧疚，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上心。我微微摇头，走上前去拍了拍王富贵肩膀，叹息一声：“富贵啊，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向你坦白了。”坦白什么？王富贵眉头紧皱，不断打量着我，心底忽然噔的一声，意识到些许不妙。其实我就是那位高人。我颇为惋惜的摇了摇头，有些无奈。你知道，张家的秘术都是不能外传的，所以我当时才没告诉你。你也知道，祖宗的话大过天，以我对我祖上3代的敬仰之情，肯定不会违背祖训的。我看向窗外，声音平静，绝口不提当初差点一把火烧掉祖宗牌位的事。现在你可以彻底放心了，不用替我担心。我张某人已经是考古队的重要人物了。好了，你睡觉吧，我还要出去约会。说完，我拿起车钥匙直接出门。王富贵满脸狐疑的看着我的背影，感觉脑瓜子嗡嗡的。他心底突然噔的一声，感到大事不妙，声音都有些哆嗦。完了，这小子癔症了。没想到被考古队拒绝几10次后，这小子直接精神崩溃，得了癔症出现幻觉。王富贵咬牙暗暗发誓：“放心吧，明子，你的心病我一定会替你治好的。”说完，他不敢耽搁片刻，继续忙活起来，而我则开始了和谭笑笑的愉快假期。一晃7天过去，在这期间，我们关系快速升温。我得知谭笑笑出身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也知道了我老爹因为盗墓被抓进去还没放出来，姥爷死在国外黑市，爷爷死在古墓中，奶奶和妈妈在乡下住着，身体硬朗。谈到家里，我提起带他回家，谭笑笑羞涩应下。正当我们准备择日启程时，当天夜里，陈教授打来了电话，虫卵有消息了。根据我们研究发现，该虫卵属于北方的一种昆虫，这种昆虫只会在北方4、5月份气候逐渐回暖时才会出现，完全不适合南方的湿润气候。但是根据我们调查后发现，这样的昆虫在北方十分常见，可以说每到4、5月份，北方至少有上百个地方都开始诞生这种昆虫。陈教授声音迟疑，我短暂沉默后开口说道：“具体地点标注一下，把地图全貌发我，还有羊皮古卷的图示。”好，陈教授不敢耽搁，吩咐技术部弄好图片后发给了我。963处，看着图片中密密麻麻的红点，我眉头紧皱。衣冠冢内的虫卵含义必然不俗，但羊皮古卷
卷明显更像是一幅地图，与具体墓穴位置无关。难不成跟唐营墓穴布局的4个棺椁位置有关？我将墓穴中棺椁的位置从纸上标出，对照红点密密麻麻的位置，隐约间竟然对应得上。正中心的棺椁对应的位置正是京城偏南天寿山。看着所对应位置稀松的红点，我陷入思索：如果天寿山是唐营墓穴指引的位置，那么是谁在布局？衣冠冢的墓葬风格绝不是老张家的手笔。这片世界历史断层前，必然还有更多精通风水古墓的能人。这片世界历史断层前，必然还有更多精通风水古墓的能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那些人利用唐营墓穴布局的如此隐秘？会不会是明氏30系统兑换本世界盗墓体系基础知识礼包？兑换成功，扣除文物点5000，余额13620文物点。随着脑海中海量知识袭来，我对于这片世界的盗墓体系越发了解。北派、南派、摸金、谢岭、搬山、发丘、左道、鬼派各门派的信息涌入脑海，我目中透出猜测。6派主要传承布局的痕迹皆有，立棺下葬更像是鬼派阴九门的风格。鬼派善使一些阴间玩意儿。如果唐营墓穴存在阴九门的布局，那么兑换技能第一阶段鬼语，第一阶段谢岭之力兑换成功，扣除文物点1万，余额3620。鬼语第一阶段听尸语变阴阳，可以让你掌握沟通尸体的能力。谢岭之力第一阶段可以让你掌握500斤的基础力道。注：谢岭之力带来体质大幅提升。前世的明氏30就在天寿山位置，难不成这片世界也一样，感受着全身经络传来的清凉与涌现的力量？我目光深邃，随后我将此事上报给了陈教授。翌日清晨，我接到陈教授电话，直接下楼坐上了他的黑色轿车，穿过守卫看守的大门，我们进入一栋大楼的办公室。一位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已经在等候了，此人正是之前军方的人。坐吧。男人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我身前，声音平淡。根据你昨天上报的消息，经过我们讨论，决定从南区各大考古队中调取精英，配合你探索古墓。精英人选全部由你决定。根据上面指令，会让你成立一支专门的探索小队，代号为青狼。青狼小队全权由你负责，随时听从官方调令，明白了吗？明白。我打开文档浏览信息，很快看到了一个叫做13的人。这个人信息是加密的吗？加入考古队之前是一个孤儿，他没有名字，后面我们给了他个代号，就是13。这个人我要了。我点点头。资料显示13身手不低，沉默寡言，嗅觉异常灵敏，对尸气感知清晰，擅长卜算。接下来的资料都是普通专业人才，直到我看到另一个人，王朗，谢岭后人，就这2人吧？你确定不需要医疗人员跟随？中年男人有些诧异，翻找出一份资料，我记得此人是医疗大学毕业，最近跟你在一支考古队实习，你们之间有隔阂没有？如果是上级安排，我没有异议。男人拿着的正是谭笑笑的资料，考虑到古墓危险，我本没把他算进来。当然，我也看到了李少辉的资料，直接略过。古墓危机难测，带着猪队友只会很难受。行，只会很难受。行，那就暂且由你们4人成立青狼小队。还有什么事情的话，稍后我会让人送你去处理。忙完之后，今天回到这里，他们3人最迟今晚都会到达。明天你们就可以开始研究唐营墓的线索了。你们的一切行动都会有后备队员负责支援的。好，我简单收拾了行李，便回到基地住下。闲暇时刷起手机，发现唐营墓的发现已在大夏掀起极大风波。作为发现者，我有了不小的人气，不少人讨论我的背景，却查不出什么。看样子是官方将我的身份保护了起来。傍晚时分，13、王朗、谭笑笑3人穿着便装到达，站在楼上向下看去。王朗身高2米，全身绷满肌肉；13则面色苍白许多，腰间挎着匕首。最后一人是谭笑笑。我下楼迎接，张队你好，我是王朗。张队。王朗笑着上前握手。谭笑笑俏皮的吐了吐舌头。我笑了笑，扫过3人，都累了吧？早点吃饭，明天早晨咱们就要去天寿山了。好，知道了。王朗和谭笑笑笑着应声。13只是打量着四周，始终没有说话。我知道他性格孤僻，也不在意。饭后各自休息，我从系统空间兑换了些可能用得到的东西，便睡下了。一夜无话。第2天清晨，我们4人集合，驾车朝北方行驶，直到下午2、3点才到达天寿山附近。看着蜿蜒八方的山脉中充斥的蓬勃之意，我神色凝重。如此磅礴的气息，往里走走看吧。我带着众人朝里走去，不一会儿便登上一处山顶，环望四周，山脉好似蛟龙飞舞。唯一让我疑惑的是，在外面看此地风水极佳，进来后竟无法找到古墓地点，不以9宫飞星布局，不借地势。这么看来，此地极有可能蕴藏天象。我喃喃自语，一旁13依旧沉默。王朗挠了挠头，这么说来，咱们得等到晚上了。不必。我摇了摇头，从背包里取出罗盘，目光深邃闪过，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随着我念动口诀，手中罗盘自行转动，八卦、五行、阴阳接线变化，天池指针不断探测，打量四下山川之际。很快，指针定格，前方来龙，立坤象，收无水过塘，乾坤五军属阳为晋阳局，方位北偏西。我看着罗盘指示，目光落向正前方偏右17度，那里恰巧是一处平地，四下矮丘环绕，杂草丛生，看似寻常，但我无比笃定，那里就是古墓位置。单单这16字阴阳风水秘术，第一阶段就耗费了我3000文物点，加上罗盘等物，如今余额只剩20了。开挖吧，我淡淡吩咐，迈步朝平地走去。王朗满脸震惊地看着我的背影，吩咐，迈步朝平地走去。王朗满脸震惊地看着我的背影，脑瓜子嗡嗡作响。张队，你是摸金后人？王朗声音颤抖。当年摸金、发丘、谢岭、搬山4派林立，大灾难后销声匿迹。他作为谢岭后人，家中传承残缺，却没想到我竟掌握着摸金核心16字阴阳风水秘术与寻龙诀。一旁的谭笑笑有些疑惑，摸金后人，摸金。王朗压下震撼，简单科普了4大门派后，声音透出激动。只是没想到，张队竟然是摸金后人，还掌握着摸金核心的16字阴阳风水秘术。有张队在，咱们接下来的行程必然轻松许多。这话让一旁的13也面露凝重，重新审视起我。我并非摸金一脉，我没有过多解释，淡淡回应一声，却让王朗瞬间呆住。你不是摸金后人？他瞪大双眼，呼吸急促。摸金一门绝学从不外传，你怎么？话未说完，他见我忽然停步，双眼微眯，顿时吓得不敢再往下说。我看到他
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度的不安，似乎脑补了什么荒谬的念头。该干活了，我淡淡招呼一声，继续向前。王朗噤若寒蝉地跟在身后，他下意识咽了咽口水，在看向我时，目光已从最初的玩世不恭变成了深深的畏惧。自古摸金门人身手极好，他大概在惊惧我是靠什么狠辣手段从摸金虎口里硬抢来这门绝学的。13捕捉到王朗的面色变化，看我的眼神也随之升起浓浓的忌惮，能让身手不凡的谢岭后人如此害怕，他自然明白我的分量。谭笑笑则茫然地看着我们3人，感觉脑容量不太够用。到达指定地点，我刚从背包找出洛阳铲，就见王朗掏出一堆奇形怪状的工具，卖力开挖。那个张队你歇着，这个交给我就行，哈哈。察觉到我的目光，王朗干笑2声，赶紧招呼军方人员帮忙挖掘。我也没推脱，拿罗盘找了处高地推断墓内情况。谭笑笑负责记录，13则帮着王朗干活。不多时，大批车辆停在山路上，媒体和陈教授等人扛着长枪短炮赶到。陈教授等人迅速搭建临时据点，导播员冰冰上线，直播开启。明哥，永远地神，明哥，我们来了，冲冲冲！冰冰刚介绍完我们青狼小队，无数水友涌入直播间狂刷弹幕。这就是南区找到了2个特殊人才吗？王朗、13，果然这俩人看着就很牛逼，他们现在是明哥青狼小队的成员。明哥可是队长，明哥66666加10086。网友们激烈讨论，甚至分成了不同阵营，争论13和王朗谁才是我手下的第一大将。拍摄组则将最新研发的高清针孔摄像头贴在了我和几位队员的胸口。我考察完毕折返时，王朗等人已经挖得很深啊！卧槽！咚一声惨叫传来，我立刻来到坑边，扔下一节冷焰火。只见王朗灰头土脸的趴在坑底，十分狼狈。放绳梯，你们先别跟着，我下去看看就回来。我顺着绳梯下到坑底，借着冷光打量，这下面竟是一个2、3米高的极大空地，远处连着一条通道，不知通向何处。好家伙，这么高吗？这摔下来不得起个大包啊！王哥，泪目，直接挖空了，有点奇怪啊！我上前检查王朗的身体，确认无碍后将他扶起，这举动反倒让他害怕极了，连忙挤出僵硬的笑容，连说没事。好家伙，王哥怎么笑得这么生硬？他该不会是个面瘫吧？有点奇怪啊，这胖子好像在害怕明哥。不可能，明哥可是暖男，行动时候虽然高冷靠谱，但平时对待工作组的人可是很温和。作为我明哥手下第一大将，怎么可能会害怕？观众通过我胸前的摄像头捕捉到王朗的表情，纷纷调侃。有了之前唐寅墓穴的发现，凡有我参与的直播，必然有文物出土。水友们的期待值早已拉满。我带着王朗重返地面，众人简单休整就餐。对我而言，古墓里本就漆黑，白天晚上全无分别，见状态都不错。我不再耽搁，出发吧！冷焰火接连引燃，我带头而下，王朗、13、谭笑笑、冰冰及4位拍摄组人员紧随其后，一行10人摸进了通道深处。与此同时，南方某绝密地点，一间大楼之内，队长，他们开始了。面色低沉的李建国缓缓抬头，目光深邃，继续观察吧。是。一旁戴眼镜、半边脸毁容的杜明看着直播画面，面露疑惑。老李，张家那小子除了刚开始让尸体下跪的事儿，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挖掘的地方了。你不再试着找别人？不了。李建国摇了摇头。北方、东方、西方4大军区内存在的特殊地域不在少数，即便寻找了无数对古墓了解的能人，也无法渗入特殊地域丝毫。往这方面关注没太大作用。可这小子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可供挖掘了。杜明有些不解，我觉得不妨我们从其他军区借几个人过来，先行研究一下那些特殊地域，毕竟一直放着也不叫个事。许久，李建国疲惫地叹息一声。至今为止，整个大夏范围内，张明是唯一一个引动粽子跪拜的人。如果此人身上还找不到对抗特殊区域怪物的办法，李建国没再说下去。但多年的老战友杜明懂了。这些年来，全球出现多处地势诡异的特殊区域，其中的未知生物一次次阻挡军方步伐，直到2年前带回那块风霜时，几大军区才将突破口转向考古界。李建国显然对张明抱破口转向考古界。李建国显然对张明抱有极高厚望，难道他还藏着别的东西没有显露？杜明露出思索，紧紧盯着直播画面中那个背负唐刀的青年，陷入沉默。此时，坑道中众人已经前行许久，随着越往深处走，空气变得潮湿，阴冷的风无端浮现，让所有人都感到心底发毛。怎么感觉怪怪的？王朗皱着眉头，声音迟疑。身后的拍摄组也面面相觑，暂时没事。我看着手中的罗盘，打量四周，平淡回应一声，继续往前。王朗有些心虚，没敢再说什么。谭笑笑露出思索，同13一起跟在我身后。通道中温度越来越低。阿 T， 王朗被冻得打了个喷嚏，其他人也开始哆嗦起来。13面色十分凝重，张队，咱们要不回去穿件衣服再来？王朗壮着胆子问了一句。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我目光始终盯着前方的无尽漆黑，声音缓慢，现在已经回不去了。王朗愣住，瞪大了双眼。13露出戒备，右手放在腰间，死死盯着我。直播间的诡异气氛也让观众隐隐背后发凉。咋回事啊，兄弟们？感觉明哥状态好像有点不对啊。忽然感觉被窝有点冷。艮出地，吴坤相，九宫不存，卦象无声，一端险。我简单回应一句，没有过多解释，却让不少人感到茫然。王朗目光迟疑，壮着胆子道：张队，那个您老有办法吗？没有，我果断回应。随后思索道：继续走吧，墓道里多出了一些东西，希望我们不要撞上。说完，我不再迟疑，一边用罗盘判断方位，一边戒备危机。16字阴阳风水秘术涵盖极广，八卦推演显示的必然无错。我自己也没想到，在这地方竟能毫无察觉的中招了。其实早在40-50分钟前，温度刚变冷时，我就发现我们彻底被困在了通道中，回头无路，只能试着往前。为了稳定军心，我起初没有告知，既然大家都察觉到了，只好摊牌。拍摄组的人出于对我的信任，纷纷选择跟上。13医生本领在身，自然不惧，唯独王朗面色愁闷，心底悲凉到了极点。在他看来，哪有什么不能回头的说法？这分明就是看中了他谢岭一脉的绝学。王朗完全不信鬼神之说，他只相信自己过硬的盗墓知识。当察觉到我仍旧平静的面色时，他心底的悲怆之意已经浓郁到了极点，眼底闪过泪光。果然，都特么是装的，脸部红气不喘，一点都不担心的样子，就知道这事儿绝对干了不止一次。他看过我的视频，知道我身手不在他之下。万万没想到，我还屠灭了摸金一门，这种狠人自己怎么对付？不行，就算是死，我也一定要拉他做垫背的。沉默许久，王朗双眼逐渐赤红，深处闪过一抹狠辣。一定要拉他做垫背的。沉默许久，王朗双眼逐渐赤红，
身处闪过一抹狠辣，谢岭一脉的传承绝不容落入他人之手。想到这里，王朗索性心一横，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死了，下辈子再来寻仇，绝对要打到他怕，打到他服。正当王朗赤红着双眼下定决心时，走在前方的我忽然停了下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我缓缓握住身后的唐刀，微微侧目回首之际，王朗瞳孔猛然一缩，快，太快了！他看到我瞬间抽出长刀，猛然朝着他的脑袋砍去，根本没办法躲。爸爸别杀我！哭嚎声瞬间响起，熟能生巧般的跪地姿势仿佛长久练习，在所有人懵逼的目光中，几乎是我转身的瞬间，王朗直接跪下哭喊，噗嗤，血肉撕裂的声音响起，王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了摸脸上溅射的粘稠液体，整个人好似失控一般，放声哭嚎，喊爸爸了你还砍我？你想要我家传承你直说吗？我又不是不给你。就在王朗崩溃绝望时，拍摄组的所有人却满眼惊恐地看着地上被我砍掉的东西，面色苍白，直播间的网友们更是感到头皮发麻。手，青色的人手，妈了，我妈了，这到底咋回事啊？通道里真的有东西，完了，明哥说的是真的，这他妈真的有这么诡异的东西？刚刚就在我出手的一瞬，竟砍下了一只青色的人手。我没有理会众人，死死盯着那只手掌。短暂沉默后，我走到王朗身前，直接扒开他的短袖，王朗肩部果然有一个清晰的青色手印。鼓舞第一阶段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素质加成，感知也变得微妙起来。就在刚才，我明显察觉身后多出一股异于其他区域的阴冷寒意，这才果断出手。英九门，心底喃喃间，我目光越发深邃。别好了，继续走。拍了拍王朗肩膀，我收起唐刀，继续朝前走去。出去以后就绝交吧。13略显沙哑的失望声音传来，捂着脸转身离去。王朗这才回过神，看着13那明显感到丢人的背影，心底委屈极了。谢岭的传承不能断，这可是老祖宗的规矩，这能怪我？悲愤之下，他赶忙收拾好跟了上去。13，你相信我，我之前真的一拳打死过虎斑。13，我没骗你，当初跟着我爹在深山老林里饿了10几天，是我徒手掐死的东北虎。兄弟，你相信我，虽然时间的沉淀让我变怂，但是当初我真的牛的皮包。兄弟，哎，你听我说啊！有着王朗不断解释自己不怂的一幕出现，众人间恐怖的气氛明显缓和了许多，观众们纷纷捂脸。兄弟们，我承认我之前说话声音有点大，王狗确实没有我13哥有魄力，我现在想重归13粉阵营可以吗？兄弟们，请原谅我。兄弟们，我决定弃暗投明。一时间，原本鼓吹王朗的粉丝纷纷脱粉，那种熟练的跪地姿势根本不是正常人能练出来的，这得多没节操啊！13拗不过王朗的软磨硬泡，敷衍2句过后，王朗终于深吸口气，不再说话了。但随之而来的是通道中无尽刺骨的寒意。空旷的通道中，所有人都不说话，静静跟随前行。冷焰火的光芒也无法抵挡冰冷温度带来的压迫，杂乱的脚步声在空旷通道中不断回荡，一切看起来都是那般诡异。张队，有异常。前行不久，一向沉默的13忽然传出沙哑声音，所有人都在这时候停下，有些害怕。我没有回头，听着13低声开口，脚步声多了一个什么？13的话顿时让走在最后面的拍摄组面色苍白。我滴个亲娘嘞！王朗也是吓得腿软。13的听力异于常人，如果人群中真的多了一个，那岂不是鬼？王朗走前面，就在王朗心底凝重时，我平淡出声，让他全身一个哆嗦。张队，别废话！我的声音带着不容拒绝的威严。王朗哭丧着脸，不敢再耽搁，小心翼翼的迈步朝前走去。哗哗，每一步踏出，山洞中都有一道回音传来，似乎并没有异样。笑笑跟上，谭笑笑有些害怕，但仍听从我的话，小心翼翼跟上前。哗哗，同样的回荡声音传来，这俩人都没有异样。拍摄组成员陆续跟在2人身后，我从始至终没有动弹，很快吩咐13，你殿后，带着他们先走，别回头。平淡声音再度传来，13目光迟疑，但最终还是沉默后恭敬回应是。说完，13带人朝着前方漆黑的通道前行，我也在这时候向前迈了一步。可就在这时，哗哗，诡异的2道脚步回音传来，我感知中那东西似乎就在我身后10步左右的地方。张队，走在队伍最后的13也察觉到了我身后的异状，没有回头，声音担忧，你们先走。是。沉默片刻，13咬牙回应，带着众人不断前行，我则是站在原地，等待众人彻底消失在黑暗中，才迈步朝着前方缓缓走去。哗哗，踩在土壤上的怪异声音不断传来，每一步踏出都有2道回音回荡。直播间的网友看到这里，已经纷纷泪目。明哥，没想到明哥舍己为人，直接选择让大家先走，这才是一对之长。可明哥该怎么办啊？完了，明哥完了！不少人感到心底悲凉。可就在这时，我胸前的那个摄像头开始闪烁起雪花，随着我的迈步，身后那道脚步声在缓缓拉近，9步、8步、7步，很快，身后那脚步声拉近到了5步距离。此时，我胸口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已经泛出大量雪花，信号大受影响。画面传来的声音也变成了滋滋的诡异电流声。我继续前行，没有丝毫停顿，步伐缓慢却异常平稳。身后脚步声仍在逼近，直到那声音距离我身后3步之时，摄像头画面彻底消失，好似断联一般，只剩下满屏雪花和电流的滋滋声。某绝密地点总部，李建国面色凝重起来。报告，张明胸前的仪器完全失灵。下属报告传来，杜明目露担忧，怎么办？老李要出兵支援吗？杜明看着李建国面色难看，心底迟疑。李建国没有说话，目光死死盯着满屏雪花的画面。通道一侧，随着我离队，所有人似乎摆脱了那东西，前行不久便出现在通道尽头，那里只摆放着2尊巨大的石狮，可石狮背后却是一条死路，全是土壤，丝毫没有古墓的影子。青狼小队3人看着面前的死路，沉默不语。拍摄组众人神色颓丧，谭笑笑没有说话，只是眼中始终有水雾弥漫。先休息一下吧。13心情沉重，声音略显沙哑，众人陆续席地而坐，各自沉默。
他们以为我是为了保护他们才牺牲了自己。随着时间流逝，13死死盯着身后通道，心底的不甘逐渐化作沉痛。2小时了，明哥还没出现，凉了，明哥凉了，好不容易才出现这么一个有能耐的人，为什么贼老天要这样针对他？明哥没了，我大夏考古界，我大夏历史还有希望吗？不少人露出绝望。军方基地，老李出兵把他们接出来吧。张明这次遇到的东西，原本可只有那些特殊地域才有，只怕是……杜明心情沉重，他虽然不觉得我有什么天大的能耐，但我毕竟是找到了不少重要文物，证明大明存在的人，如此大才折损在此，怎能不痛惜？剩下的事你来安排吧。死寂2小时后，李建国传出疲惫的声音，拖着沉重的步伐朝着门外走去。可就在这时，有水吗？原本死寂的仪器忽然传出我平淡的声音，这话音让所有人愣住。仪器恢复了。下属汇报传来的瞬间，李建国猛然转过身，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看着画面中出现的我，呼吸急促。杜明整个人愣在原地，感到心神震颤。他是怎么做到的？没有异样，不像被附身，摄像头恢复，没有任何预兆，装备齐全，没有丢失。报告，张明手上出现了绷带。李建国赶忙来到屏幕前，死死盯着我此刻被绷带包扎的手掌，直至许久，继续盯着。是古墓中13看到我的身影出现，明显愣了一下，随即激动起来。张队，张队，张队，你没事，小明哥。四下众人纷纷露出狂喜。谭笑笑原本死寂的内心泛起波澜，两眼带着水雾扑了上来。我拍了拍他的后背，轻声安抚。此时直播间已经彻底炸锅，牛逼！大明哥万岁！活着，明哥还活着，太好了！不枉我刚刚烧了一捆香。泪目，明哥总算是没事了。呜呜，所有明粉露出狂喜。很快，弹幕画风开始变得怪异起来。不好了，兄弟们，刚刚叫得太大声，楼下上门找我了。好家伙，我该怎么办？在线等，你这不算啥。我老婆刚睡着就被我激动的晃醒，现在我穿着睡衣在大门口蹲着抽烟。奶奶的，好家伙，你们省略的那一部分为什么不说？难道是为了凸显只有我一个人挨揍吗？哈哈，问题不大，我也被老婆赶出来了，现在准备去网吧暖和点看直播。评论区苦中作乐，欢声笑语一片。我扫过众人，有些无奈的笑了笑，继续走吧。区区的附灵拦不住我。说话间，我开始打量起通道尽头的2座石狮，而此时军方基地中，所有人面色变得极为凝重。地附灵，这是从未出现的说法。那东西不是古札木吗？难道张明知道什么？听到这3个字，李建国顿时严肃起来。老杜，你立马带人去天寿山脉，随时准备接应张明，告诉他们，一旦有任何危险，立即撤退。在搞清楚张明到底有多少斤两之前，我绝不容许他的性命出现任何差错。是，李建国下达死命令。杜明立正敬礼后快步离去。兄弟们，话说明哥到底是怎么干掉地附灵的？我也有点想不通。网上没有任何关于的附灵的记载，那玩意邪乎得很。明哥手好像受伤了，即便已经脱险，众人仍感到后怕。古墓中的拍摄组同样好奇，张队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呀？对啊，张队，刚刚大家吓坏了，都以为你出事了，看到你平安无事，大家也都很高兴。张队，跟我们讲讲吧。军方侦查员竖起耳朵，打起12分精神，指望借此掌握对抗特殊区域的手段。就连寡言的13也露出好奇的目光，唯有王朗低头不语，心底莫名愕然。在他看来，这群人就是在作死。我可是屠了摸金一门的狠人，惹我难堪都得死。大家别问了，张队也有张队的秘密。咱们王朗走上前摆了摆手，准备替我蓝笑问题刷一波好感，但我直接将其无视。其实也没什么，我略作沉吟，声音平静。你们走了以后，那东西现身被我砍了。说完，我转过身去继续打量石狮，剩下一群人面面相觑，就这么简单。13语塞的摇了摇头，王朗尴尬的退到一边。不少网友也感到唏嘘。明哥，没错，是我砍的。明哥这反应也太溜了，太淡定了，好像一切事情对明哥来说都不算什么事儿。明哥，对，也不看我是谁。好家伙，明哥来说都不算什么事儿。明哥，对，也不看我是谁。好家伙，我越来越好奇明哥的身份了。1个星期前那黑客还在不？黑客大佬，众人清一色刷屏寻找黑客大佬。可接下来的一条弹幕却让所有人懵逼，别他妈喊了，就稍微动了点技术查了下张明，我现在都逃到叙利亚了，你们做个人吧，别喊我了，让别人查吧。这明哥保密级别这么高吗？网友看着心态明显炸裂的黑客大佬，顿时一阵心虚。与此同时，我也在观察许久后，发现了一处疑点，这2座石狮的眼睛似乎是真的。仔细打量，我最终确定那2座石狮眼睛实在是太像了，虽然看上去与石头的区别微乎其微，但明显是经过了后期加工。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能有如此大的眼珠？我短暂沉默，从怀中掏出羊皮古卷，比对着图示暗自推测，这条通道并非古卷中任何一点，反倒更像是延伸出来导致土壤明显有些松动，是因为塌方吗？观察许久，我缓缓收起古卷，看向王朗，开始挖吧。王朗愣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匆忙从背包中取出工具，喊来拍摄组帮忙，开始挖动土壤。越往深处土壤越松动，这让王朗越发兴奋。在这个全球流行考古的时代，能找出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申遗的大墓寥寥无几，如果真能挖出这种层次的古迹，必定会被上面大力奖赏，名气也会在大夏彻底爆炸，出名发财二者皆备后，大丈夫夫复何求？想到这里，王朗眼中的激动越发浓郁，挥舞镐头的手臂也越发有力。不少网友看着画风突变的王朗，纷纷感慨，没想到王朗还是个踏实肯干的人。别的不说，就这干劲，不愧是考古界的标兵，为大夏做事自当满腔热忱。王哥怂是怂，可没想到竟然对大夏如此忠诚，这是活脱脱的劳动模范啊！不愧是明哥麾下的人，不错不错。老实说，王狗还是有点可取之处的。直播间评论区其乐融融，讨论着这次古墓的规模和申遗希望。半小时后，有湿气，看样子快挖通了。13抹了把额头汗水，声音沙哑。我深吸口气，刚拿起铲子准备一鼓作气，王朗忽然怪叫一声，他一把抢过旁人的镐头，两眼冒着绿光，好似无比饥渴般疯狂挖掘起来。这一幕让众人面面相觑。王哥这体力可以啊，我怎么感觉这家伙的目光好像是饿狼看到肉？你们不觉得王哥作为劳动标兵，活快圆满干完事心里会很亢奋吗？好家伙，我还以为这家伙看到美女了。拍摄
摄组彻底傻眼，谭笑笑也一脸茫然，我有些错愕，一旁的13却嘴角抽搐，大概理解王朗从小穷怕了看到钱的亢奋，便摇摇头上去帮忙挖了起来。又过了半小时，哗啦，随着土石滚落，王朗心满意足地挖出一个坑洞，他红光满面地打开强光手电，趴下身子朝里看去，却在下一秒惊呼：我尼玛！王朗惊恐地怪叫，一屁股瘫倒在地，其余人纷纷严肃起来，发现什么了？13握住腰间匕首，神色凝重，我也是眉头紧皱，死人，都是死人！王朗整个人都在颤抖，声音哆嗦，那些死人全是站着的。什么？13瞳孔一缩，拍摄组的人也都感到头皮发麻，全是站着的死人。联想到之前撞鬼离不开通道的画面，众人面色苍白起来。张队，情况不太妙。13查看过后，面色极为凝重，声音迟疑，数量太多了，根本没有办法确定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全身肌肤都已经溃烂流脓，彻底死透。但是所有人都保持着相同的站立姿势，就好像中邪一样。确定没有任何固定物吗？我显然稳重许多。13借助强光手电仔细看了看，语气越发沉重，没有任何辅助物固定。我俯身看去，强光手电映照下，一具具衣衫破败的身影正齐刷刷地面向我们站立，不少尸体甚至还在微微前倾摇晃，摇摇欲坠却屹立不倒。凭借超长的目力眼望去，尸体数量起码几千具，密密麻麻排列着，好似在举行某种诡异仪式。如果是自己一个人，靠着鼓舞和卸领之力杀出一条活路不难，可身后是谭笑笑和毫无战斗力的普通人，现在的情况明显不适合继续了，先撤吧。我当机立断下达命令。是。众人见我如此严肃，不敢耽搁，纷纷收拾东西往回走。可就在这时，呼，一股夹杂着浓郁阴森气息的冷风忽然从洞口吹出，几乎同一时间，一阵微弱的诡异声音响起，呼吸声。13眉头紧锁，难以置信地转身打开手电，手电光扫过的刹那，他面色骤然惨白。那些原本摇摇欲坠的尸体，摇晃幅度忽然加大，咔咔。诡异的声音中，一些尸体的胳膊竟在尝试抬起，无尽漆黑中亮起一双双幽绿的光点，他们的眼珠散发着不似人类的绿光，令人头皮发麻。吼！尸群中接连爆发出低吼。张队，尸体活了！13面色慌乱，我不敢耽搁，扔掉所有东西，快跑！一把将13拽出，甩向另一头。我眼中寒光闪过，拔出了背后的唐刀。张队，快滚！我低喝一声，指尖拂过刀刃，一抹蕴含金色丝线的能量瞬间浸透长刀，挥手一甩，刀身上的金芒直接化作一条横线拦在了洞口外。做完这些，我没有丝毫迟疑，转身就跑。13也不敢耽搁，跟着众人疯狂逃命，随着怪物冲出洞口。被遗落的摄像头清晰捕捉到了他们的容貌，直播间瞬间炸锅。卧槽，这特么是什么东西？我天，为什么明哥这次找的古墓里会有这么多怪物？妈了，我特么一个人还在走夜路，就看到这个，速度太快了，他们速度比活人跑得还快。此时古墓中，王朗已经彻底泪崩了。妈妈，我尼玛，我再也不想发财了！黑偶仆役，打死嘎带，救命啊！他两眼含泪，声音凄惨。壮硕身躯里的粉色少女心被彻底击溃。我看着一旁极力逃命，小脸通红，明显体力不支的谭笑笑，最终还是停下了脚步。你干什么？13察觉到我的异状，急了，顺着目光看到谭笑笑的状态，他瞬间明白我要干嘛，眼中血丝浮现，似乎下定了决心，低喝道：“你们快跑！”说完，13抽出匕首，转身准备迎战。我没有说话，只是握紧长刀，随时准备出手。吼！哗啦哗啦，低吼伴随混乱的脚步声逼近，我眼中冷光一闪，唐刀挥起，残影涌现，在尸体扑来的刹那，雷霆斩下，强悍的刀刚瞬间将其震溃击飞。13动作也不慢，匕首飞刺入一具尸体胸口，末端的锋利丝线随着他挥手，快速缠绕住另一具尸体的颈部，猛然一拉，直接将怪物重重绞飞。直播间观众通过胸前的摄像头看到这一幕，呼吸急促，被13那杀人于无形的丝线深深震撼。可接下来，随着我扔掉唐刀，起身上前，近身爆发出的狂暴体术，让所有人都感觉脑瓜子嗡嗡的，心底泛起滔天骇浪。一只手直接掐断了怪物的脖子，一拳砸穿了怪物胸口。卧槽！所有人看着摄像头拍到的画面中，我狠拉出手的一幕，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神震颤。太快了！很多时候我的动作几乎无法用肉眼捕捉，只能清晰听到砰咔的骨骼碎裂声，狂暴的劲气四溢。我从始至终面色淡漠，犹如杀神一般独手通到前方，不论有多少怪物扑来，在我手中都仿若枯槁，一触即碎。相对于观众的震惊，13心底的骇然更为浓郁。他自幼修习无名秘籍，更在深山老林中淬炼过杀招。可即便如此，在看到我这般出手时，他内心也不由生出一股恐惧，不单是因为骇人的力道，更是我淡漠目光下那果决狠辣的招式，抓掐砸顶，每一次碰撞都是劲气的爆发，骨骼的脆响，就好像我自小便开始练习杀人招式，习武只为杀敌一般。这根本不是大夏这个时期该有的手段。13死死盯着我的每一招每一式，心底的肃穆已然无以复加。直至许久，他才艰难吐出二字：鼓舞。无数一式，心底的肃穆已然无以复加。直至许久，他才艰难吐出二字：鼓舞。无数观众沉浸在我展现的暴力美学中，也有人听到13的话去搜索，却一无所获。军方基地，鼓舞，杀人术。李建国满脸震撼地看着直播间里我霸道的身影，心底泛起滔天骇浪。他寻访大夏武林多年，见到的多是花架子，甚至怀疑真正的鼓舞是否已经绝迹。直到今天，看到我出手时那狠辣果决的一幕幕，他才猛然意识到，鼓舞真的存在。那奉行极致杀伐而生的武道，简单、干脆、霸道、碎骨、断颈、卸骨、破空。我展现出的一切，不仅让李建国痴迷，连负责观察的几位属下也被深深震撼。这才是真正属于大夏的古老武术，太猛了！这是明哥掐死的第68个，牛逼！我本来以为明哥只是会一些武术，没想到明哥战力竟然这么爆表。我13哥怎么不动了？不会看傻眼了吧？嗨，有明哥在，还需要13哥出手吗？对，13哥一动，咱们还怎么欣赏明哥？随着时间流逝，观众看到我出招仍旧狠辣霸道，纷纷感到不可思议。好家伙，这都多少个了，兄弟们！明哥体力也这样牛逼吗？明哥战力太强了，震死200多个，
击飞170多，被明哥卸掉关节顺手扭断脖梗的，起码有300，再加上最开始唐刀砍死的50-60，妈呀，明哥这是开暴走了吗？这也太非人类了！直播间所有人看着我可怕的战力，纷纷心惊，就连13在感受着我体内好似用不完的力量时，也感到无比骇然，无法理解。随手一击几百斤的力道，我竟连续击穿了100多个怪物，连轴转了这么久，根本不是正常人能拥有的体力。13自认靠体内气机能瞬间打出300斤力道，但若连续爆发，胳膊绝对会像断掉一样酸痛。可反观我，随便一拳几百斤力道，就像吃水喝饭一般寻常。咔砰，还在继续。在13越发心惊的目光注视下，整个通道内已遍地都是怪物的残骸，可围攻而来的怪物却是越来越多。快走吧，已经拖了1小时了。张队，你要是倒在这里，我可真的没法带你跑路啊！13破天荒的冲我喊了好多，沙哑的声音里带着苦口婆心的味道，这也让不少网友感到唏嘘。冷面阿三竟然开始苦口婆心的劝明哥，阿三哥该不会是慌了吧？13，没错啊，你们看不到这家伙都杀疯了吗？好家伙，你们说明哥要是杀红眼，会不会把上前劝架的13哥当小兵给补掉？666，太强了兄弟，你这脑回路牛逼！13，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问题。网友打趣之余，更多人满心担忧，他们明显发现我的神色没有丝毫疲惫，出招反而越发狠辣，隐约透着一种诡异的兴奋，就好像在拿这些怪物淬炼杀招。直到5分钟后，看着越来越上头的我，13眼皮直跳，高冷人设瞬间崩塌。张队，大哥，别杀了，快跑吧！张队，快醒醒！张队，他们已经安全了，咱们该撤了。听到13极力的喊声，我终于从那肆意轰杀的刺激感官中幡然惊醒，下意识看了眼13，又扫过那些原本奋不顾身，此刻动作竟明显有些忌惮的怪物们。我没再耽搁，一步踏出，拉着发愣的13，直接朝通道另一侧跑去。而此时的13还沉浸在我刚才那血丝弥漫、杀意凛然的对视中，他很难想象一个人的眼眸竟能蕴含这般恐怖的杀意。仅仅一眼，他就看出了彼此的差距。我的武道层次远比他高得多，直到我带着13顺着绳梯爬上地面，他都没从那充满杀意的眼神中缓过来。那一眼彻底震慑了他的心神。角落里，王朗抱着一瓶二锅头哆哆嗦嗦，其余工作人员也都面色凝重。我来到谭笑笑身边，帮他检查身体，确认是否受伤。他始终沉默，直至许久才传出憔悴的声音：“小明哥，我之后不想跟你下幕了。”谭笑笑两眼通红，像是做了极大的决定。我微微沉默，怎么了？我不想成为你的累赘。之前你明明可以带着大家跑掉，但是因为我，你才留下来阻挡怪物。如果没有我，你根本不需要冒险。我已经很尽力的不去拖累大家，可是我还是跑不快。小明哥，我不要跟你下幕了。他声音带着哭腔，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抓起我2次受伤的手，小心包扎着。他实在不想看我因为他去受一些本没必要受的伤。我没有说话，等他包扎完，情绪逐渐平复，擦干了眼泪。我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心头微酸，张了张口，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早点休息吧，明天睡醒都会好起来的，这不怪你。轻声安慰后，我离开了他的帐篷，又去给13、王朗以及拍摄组众人检查了一番，确认他们没有受伤后，这才放心下来。除了王朗跑太快扭了脚，基本全员无伤，这也算是个好消息吧。我无奈摇了摇头，此时上面已联系了外界，大队武装运输车很快赶到，为首的队长了解情况，确认全员无碍后，封锁了这片地域，折腾一夜，大家陆续睡去。第2日清晨，我睡醒后，受邀来到了军方高层的帐篷，看着对座那个脸部有大片烧伤痕迹的中年男人，我露出几分敬重：“小伙子，不要紧张。”男人笑了笑：“这次事发突然，我们就想问问你，对于通道里面存在的尸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面对杜明的问话，我摇了摇头：“英九门传承从不外传，只怕是摸金师祖在世，也很难找出解决此。英九门传承从不外传，只怕是摸金师祖在世，也很难找出解决此炼尸的办法。”英九门炼尸，杜明有些意外，将这些东西记在心中后，问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有几成把握确定下方真的存在古墓？”9成。我如实回应，让杜明露出思索，点了点头。这几天你们先调整一下，等上级到了，会和你们一块处理这件事的。还得说一句，你的表现很不错。杜明露出笑容，下去休息吧。好，我回应一声，离开帐篷。虽然好奇杜明为什么旁敲侧击，但我也没多想。这次我展现出来的只有鼓舞的本质和卸岭之力，只要麒麟血没暴露，就不会被切片研究。恐怖体质上能用基因完美解释，可若是抽血查出异常，必定会深究祖上3代盗过什么墓，真要说不清，定性成我家从古墓盗取重宝，万一再被人污蔑一把，快出狱的老爹怕是还得加判20年，含恨死在狱中。我暗叹一声，平复情绪，朝谭笑笑帐篷走去。进去却发现空无一人，问了工作人员也没人知道去向，我不免有些发懵。小张啊，别找了。陈教授缓缓走来，送他去军区的车已经出发了，是他自己要求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目光复杂，我有些不解，他不是普通家庭吗？是归是。陈教授看着我，似乎有些心虚，沉默片刻解释道：“可他爷爷年轻时救过一位大人物的命，现在那位大人物跟他父亲是异姓兄弟。”大人物，我有些意外。陈教授迟疑许久，最终轻叹一声：“你见过的。”说完，陈教授不再停留，转身离去。该不会是李建国吧？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底微动。回想粽子下跪后，李建国第一时间找上门挑选亲王小队时，特意翻出谭笑笑的文件，甚至多次交涉都有他的影子。我不禁有些怀疑人生。不过转念一想，还好没跟谭笑笑提过麒麟血，这玩意要是被他舅舅知道了，保不齐激动之下把我抓走研究，到时可就芭比 Q 了。不过这妮子忽然想去军区，难不成是想锻炼自己？看着空荡的帐篷，我不免唏嘘，上辈子连个对象都找不到，这辈子竟能遇到一个愿为我努力的女生，难道我终于遇到了真爱？想到这里，我有些激动，这就是所谓的双向奔赴。那是什么？忽然我发现床头似乎放着什么，便上前拿起打量，枫木所制的梳子，还留着一张纸，枕头下明显露出一截白纸。我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简单一句话：“小明哥，等我。”这妮子，我心中触动，忍不住拿起梳子闻了闻，这难道就是爱情的味道？一时间，梳子的幽香让我头脑发热，隐隐有些飘然，但很快我意识到了什么，面色逐渐凝重起来，不太对劲啊！这梳子我从没见他用过，难不成是他早就准备好的？